这是一个让神魔都为之疯狂的武器库，任何一把都可以令他们成为无上的主宰，而男人却可以在里面肆意选择。只因他是世人眼中堪称最强的死灵法师，仅凭一己之力便可轻松秒杀一国军队。可现在的他却连一只死去的苍蝇都无法复活，只因他无可匹敌的强大遭到其他9星嫉妒，于是其余9星成员联合起来将其斩杀。而就在他即将死去的那一刻，发动神迹灵魂转移。10年后，车成宇的灵魂借他人肉身成功复活，并发誓一定要让其他9星生死道消。当他发现时间已经是过了10年，而他的身体不能召唤出哪怕是一丝魔力，即使这么多年过去，9星其他成员最多也就到达800层而已。车成宇心中不禁嘲笑道：“9星这帮傻子10年才爬了200层，这对于他来说倒是个好事，自己完全有机会爬塔超越他们。虽然这具躯体只是个新手，但灵魂可是死灵驾驭者车成宇。”说罢便穿好衣服向那座未知的神之塔走去。车成宇时隔多年再次进入塔中，首先要穿越布满陷阱的危险通道，但只要通关或者回到起点伤口就能自动恢复。他先是查看一番自己目前的属性，能力值全部被重置为1，但有一个拥有特性的技能吞噬。当他刚进入危险通道，迎面便射来一支箭矢，他凭着灵活的身法走位轻松就躲了过去。只听嗖嗖几声，密密麻麻的箭矢朝他袭来，任凭他身法再快，无论如何也无法全部躲开。只听啪啪几声，车成宇瞬间身中多箭，但他却没有因此倒下，而是继续向前冲去。实在坚持不了，便回到起点恢复伤口。他只是想检验一下这副躯体的受力极限，而他之所以能成为塔尖上的最强男人，依靠的便是特性技能吞噬。这个技能能够吞噬所有没有生命的东西，包括刚刚留下的鲜血，现在也成为自己的力量源泉。所有的属性也因此得到了提升，因此恢复完后便义无反顾地朝着通道内走去。他要不断地吸收鲜血来增加自己的属性，直到1个月后已经不能通过鞭尸来提升自己。于是来到了通道出口，这段时间身体耐力各项属性又是增加了许多，但他的通关方式却吸引到塔中恶魔和众神的注意。车成宇心想，你们这群偷窥狂怎么又来了？他十分讨厌这些自命清高的神和恶魔。紧接着各种弹窗蜂拥而至，直到发现一个熟悉的弹窗引起他的注意。看到是巴尔这个跟踪狂，上一世就一直黏着他要收他做小弟，难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？而神迹灵魂转移也是巴尔教给他的。这时候接连不断的神和恶魔发来弹窗，巴尔，都是因为你，这下他们都注意到我了，你们想都别想了，我是不会给你们任何人当小弟的。接下来先看一下这1个月以来的所有收获吧。不仅所有的技能都已经恢复，而且又可以获取魔力了，魔力值也增加了一些，并且还解锁了一个全新的天赋，多才多艺。这个天赋可以让他迅速学会任何技能。车成宇心想，这技能真是太牛了，有了它便可以获得前世始终未曾达到的那个成就，全能大师。紧接着便来到下一个副本，修炼之屋。前世的他是一名可以驾驭万千死灵的死灵法师，而他却只是轻轻瞥了一眼符合自己的死灵法杖，转手便果断地选择了一把散发着黑气的黑暗长弓。而他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看看多才多艺这个属性到底是有多厉害，于是命系统快速生成标靶，随即双手搭弓射箭，目光直指靶心。只听咻嗖几声，箭矢带着嗡嗡的破空声直朝标靶飞去，随着啪啪2声，箭矢飞直中靶心。见这样没有难度，令系统生成更多那种可以攻击人的标靶。系统提示：攻击性标靶可能会对您造成伤害。只见车成宇邪魅一笑，无所谓，你按我的要求来就行了。话刚说完，一对机器人标靶便出现在他面前，下一秒竟全部直直地向他疾驰而来。见此情形，我抬手几箭便呼啸而出，3只机器人标靶瞬间应声倒地，可其余的标靶却趁着间隙向他扑来，眼看就要将他头抓爆。下一秒一道剑机器人标靶竟被拦腰斩断，太没有挑战性了。系统，你能不能给我整点更厉害的家伙？话刚说完，身旁便出现了几只巨型的人形标靶，可不待他们攻击，车成宇一个闪分便轻松解决掉一只，紧接着一跃而起切换为双刃形态，轻描淡写之下，双刃便贯穿剩下的几只巨型标靶。下一秒，身后的远距离攻击性怪向我袭来。系统此时也在提示，此类标靶是2层塔内最危险的敌人，而此时的车成宇只是轻轻一笑，所以他就是这层最危险的家伙了吧？那我也只好请出我的老伙计来对付他了。这时车成宇手握死灵法杖，下一秒，一股磅礴的能量从法杖中迸发而出，那几只远程标靶应声爆炸化为齑粉。这就是多才多艺的厉害，所有的武器上手就感觉特别熟练，感觉用了好多年一样。这时系统提示：恭喜您达成成就，解锁全能大师，奖励功勋值5000。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全能大师的成就居然是个职业。随即系统询问我是否选择全能大师作为职业，离开修炼之屋将无法重新选择。此时的车成宇也是左右为难，全能大师这个职业也不错，但不能为此放弃我最为优势的死灵法师。系统，我要选全能大师作为我的副职业。系统冷冷地答道：不可以，副职业要在通关100层后才能解锁。对此我却不慌不忙地说道：我要使用功勋值来解锁副职业。系统也被我问得愣在了当场，作为新手你是怎么知道有这一选项？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这个设定，你就回答可不可以吧？可以，但您的功勋值目前还不够。车成宇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看来只能使用那招了。随后指了指身后的万恶之巅巴尔，这根屁虫不仅一天到晚跟我搭话，而且还主动公开了他的身份，与神首次沟通的话应该可以获得某个成就。果然，话刚说完，系统便提示达成成就，与万恶之巅巴尔对话，功勋值加200。巴尔见他对我产生了帮助，竟毫无廉耻地向我撒娇。对此我表示：巴尔，求你别恶心我了。系统，
那么现在可以将全能大师转为我的副职业吗？只听叮的一声，恭喜您已成功将全能大师转为您的副职业。破坏修炼之屋即可前往一层神之塔。随着死灵法杖能量的注入，只听地面砰的一声阴声炸裂。9星的那些渣渣们，你们就等着迎接我复仇的怒火吧！车程宇随即来到了一层神塔克鲁森林，森林内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哥布林。刚到森林就发现几名新手被几只哥布林团团围住。正当其中一只挥舞长蛇举刀冲锋之时，突然空中一声巨响，竟凭空出现了一条空间裂缝。车程宇从空间裂缝中闪身而出，只见他一个箭步便将那只长蛇布林踩到在地。原来是你们这群臭虫，好久不见！剩下的2只哥布林见被轻视，龇牙咧嘴的怒吼道：“八嘎！”嘎呜！车程宇只是咧嘴一笑：“你们这2只臭虫来一起上吧，我倒是要看看吞掉你们之后能获得多少提升。”一旁的新手惊呼：“这个新人简直是太牛了！从武器来看，他好像还只是个法师，竟一脚就把那长蛇哥布林给干翻了。”另一个长相比较猥琐的新手还想和车程宇一起战斗，顺便捞点好处，可回应他的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滚字。如果你们胆敢偷走我的猎物，就别想活着离开。话刚说完，3名新手迈起小鸭就向着外面奔去。下一秒，剩下的哥布林竟疯狂地向他袭来。车程宇只是邪魅一笑：“怎么，等不及想下去陪同伴了？”可当刚冲到车程宇身前，仿佛看到了地狱的魔王一般，眼中满是恐惧，嘴里一边不断地大喊着“我错了”，同时转身就向着后面逃去。这时才认出我太迟了，说罢手中便涌现出能量汇聚而成的魔法球，瞬间射穿那只2只哥布林的身体。这时系统提示：欢迎来到一层神塔，击杀10只哥布林即可完成任务，前往下一层。见任务如此简单，何不顺便把屠杀者成就也达成？原来同一种怪击杀1000只以上就可以达成怪物对应的屠杀者成就。上一世他几乎集齐了所有成就。看着眼前的哥布林尸体，我倒是看看你们能为我带来什么。只见下一秒，哥布林的尸体便化作一团血气被他吸入口中。可当他刚把这团血气吸入口的同时，他却惊奇地发现能看到这只哥布林生前的记忆。更为让人兴奋的是，同时还可以听懂哥布林的语言。随即便迫不及待地调出状态栏查看自己的属性变化。去，这数值提升也太变态了吧！这属性竟和10层塔玩家不相上下了。难道这是全能大师副职业所附带的额外加成属性？正当他疑惑不解之时，一个令人兴奋的画面突然映入眼中。这色喵的哥布林大王竟是吴彦祖扮演的巫妖王，这家伙正准备把抓来的人类献祭获取利益。只见车程宇咧嘴一笑：“巫妖王，哥布林大王，原来这家伙全凭召集小哥布林进行群攻。这样的话，不仅能让他快速的击杀达成哥布林屠杀者成就，而且还能借此大肆收割一波来强大自己。要对付他的话，便要先组建个死灵军队才行。”说罢便大手一挥，成群结队的哥布林瞬间纷纷毙命。这时系统提示：恭喜您已独自完成转职，获得死灵君主职业。下一秒，方才被击杀的哥布林化作骷髅战士跪倒在他面前，凭借上一世的记忆完成独立转职，这都是小意思，还有一个隐藏职业在7层塔必须要拿到。突然，身前的骷髅战士转头看向一旁，只见几只正欲攻击的哥布林已被吓得满是惊恐，瘫坐在地。白给不要白不要，来吧，我的死灵战士们，把你们所有能见到的哥布林都给我通通干掉！片刻之后，我已然组建起一支死灵军团，随后根据生前记忆来到一所茅草屋之前，看样子里面应该很久都没有来过人。随即一边把玩手中的能量球，一边自语道：这点伎俩还想难得过我？下大力一脚踹开地面的地板。果然地板下藏着一个深不见底的暗道。车程宇顺着暗道边走边将魔法晶石摆放在各处，因为他要在这完成一项鲜为人知的高级转职——死灵法师。终于他来到了一尊散发着黑气的石棺之前，这里面藏着初代死灵法师以及职业转职棺。就当他用尽全力打开石棺的那一刻，一具浑身散发着恐怖气息的骷髅从棺材中飘了起来。车程宇淡淡说道：初代死灵法师卡尔。卡尔看了看车程宇，难道你就是我的后人？只见车程宇邪魅一笑：好久不见我的老朋友。听到叫他老朋友，卡尔瞬间呆愣在原地，他略显尴尬的表示：很少有人见到我不感到害怕，年轻人你这样让我感觉好难看。老家伙，难道你认为死灵君王见到你一个骷髅会害怕吗？我是看了你的日志才找到这里的，上一世也是意外获得了隐藏道具死灵法师卡尔的日志，而且曾试图让卡尔臣服于我，结果却以失败告终，因此这一世再次面对他时，征服他的欲望便油然而生。随后卡尔点头表示：年轻人，我很欣赏你的胆识，比起10年前那个没礼貌的臭小子可强太多了。听闻此话，车程宇也是不由得浑身一个哆嗦。卡尔这该死的骷髅头，真想一拳把他轰得稀碎，但他为了转职只能强忍怒火地说道：卡尔先生，您能快点帮我完成转职吗？死灵君王是高级职业，你需要到10层进行2次转职才可以。可不等卡尔说完，车程宇便把自己的转职信息拿给卡尔观看。您看，我已经是死灵君王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卡尔那黑洞洞的眼眶突然闪起了夺目的白光。没去10层居然独自完成转职，真特喵的是个天才，竟然比以前那个臭小子都要变态。那么卡尔先生现在可以给我转职了吧？卡尔闻言表示当然可以。说罢，卡尔嘴中不断地念着咒语，抬起双手看向空中，仿佛在和未知的生物沟通一样。在此期间，卡尔的一生在我脑海中迅速过了一遍。在神塔刚出现在地球的时候，卡尔已经是一个号令整座塔的顶级人物。当时他虽然已经是最强的死灵法师，但一直不屑于寻找变得更强的方法，而是不断热衷于让召唤物变得更强。他想要的不是巫妖或者死亡骑士，而是一种全新的召唤物——死亡生命体的灵魂——死灵。有了死灵，应该就能召唤出凌驾于所有召唤物的全新物种。
在他不断的研究之下，终于创造出了死灵君王这一全新职业。然而他体脉衰老的肉体却已承受到了极限，死灵君王这一职业也会随着他濒临灭绝。为了保持死灵君王这一职业的传承，于是他果断做出了最后的选择，竟对自己施展了失传已久的降临术，让自己成为类似 NPC 一样的存在，在此等待可以恢复自身荣光的后人出现。片刻之后，转职仪式终于结束。你这臭小子真不错，以后你就是第3代死灵法师。灵魂熔炉是用来捕捉灵魂，也可以反过来召唤出拥有灵魂的召唤兽。恭喜你小子，希望你勇攀高峰，让世人见证我们死灵君王一脉的伟大。对此车成宇只是咧嘴一笑，多谢你了前辈，我要用您给我的灵魂熔炉，第一个就把你卡尔抓进去。至于您说的让死灵君王一脉伟大的这个愿望，还是由您老人家自己去实现吧。听闻此言，卡尔也是瞬间一愣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随后便大声呵斥道，难道你忘记日记里的约定了吗？难道你想违背诺言？车成宇只是一步一步地走向卡尔，前辈您怕是误会了，您把您的愿望寄托于别人，您这个坏习惯今天我就帮您改改。下一秒，只见车成宇瞬间打开灵魂熔炉，大喊一声灵魂收集，刹那间卡尔的灵魂便一丝一丝被熔炉剥夺而出。此时此刻的卡尔也不愿任人宰割，我堂堂卡尔怎能被你抓进灵魂熔炉？说罢直接舍弃了魔法斗篷，阻断了自己的灵魂被剥离，只剩骷髅架的卡尔竖起中指说道，你小子想关注我，你还嫩了点，再见了小子。说罢便要转身逃离，可此时的车成宇一脸的淡定，成了。可就在他转身逃离之时，突然一脸就撞一道无形的墙上，正是车成宇一路上布置好的魔法陷阱。此时的卡尔疑惑为何一个新手会布置这种陷阱，这时车成宇走了过来，缓缓说道，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魔法监狱，你这么做的后果会很严重，你信不信我一拳就能打爆这个牢笼？可他却不知道的是，这一路都被铺满了水晶石。车成宇表示，虽然这个监狱很容易被打破，可后面等你的是成千上万个魔法监狱。这时卡尔才意识到这个才爬到1层的男人可怕的离谱，于是怒声问道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时车成宇缓缓揭开帽子，上一世虽然我失败了，但这次终于要把你卡尔抓到手了。卡尔听到上辈子2个字，难道是？没错，就是您口中的那个没礼貌的臭小子，应该是2代死灵法师吧，也可以说是3代比较好。车成宇，这时卡尔才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的可怕。此时的车成宇已经开始对无处可逃的卡尔施展了灵魂收集，只见卡尔的灵魂体正被车成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吸食，不多一会儿，卡尔就变成了一具没有生机的骷髅。卡尔，你也别太生气，跟在我的身边，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。而刚刚被车成宇吸取灵魂的卡尔也恢复了人形，但对此让他十分生气，竟敢把我当作死灵来使唤。成宇依旧咧嘴一笑，看样子你年轻时长得还挺帅啊。面对他的嘲讽，卡尔突然爆发出一股磅礴的死灵之力，你小子居然敢小瞧我这个初代死灵法师！可话还没说完，卡尔就怔怔地愣在了当场。原来他的能量都需要车成宇来提供，一旦停止供应，他就会立刻消散。纵使卡尔心中有10000个不愿意，可如今也只能乖乖听话。还有卡尔，你可别忘了我还有一项其他的技能，还记得你是怎么处理那些不听话的召唤兽吗？如果你继续自找没趣的话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提前没提醒你。听罢，卡尔冷汗直流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现在不彻底服从的话，他就会把我吞噬掉。无奈的卡尔终于臣服，那你想让我为你做些什么？车成宇指了指远处的一座城堡说道，我们要去讨伐那里哥布林的老巢。刚来到城堡内，车成宇便释放出大量死灵战士，以此来为他们的死灵君王开路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哥布林加入战斗，但为了尽快的见到哥布林大王，于是他也亲自加入了战斗。正在进行祭祀仪式的哥布林大王也感受到外面轰隆震动的声音，于是立马下令去外面看看什么情况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耽误祭祀仪式，快点把祭祀品给我准备好。与此同时，在车成宇的带领下，死灵军团很快就打到了祭祀大殿之外。突然，车成宇眼中一亮，好熟悉的气息，看来哥布林大王就在前面的这个大殿内，于是便带着死灵军团缓缓向里面走去。就在此时，哥布林大王将一把匕首插入一名祭祀体内，还不够，想满足那位殿下还完全不够。这时，2个小哥布林拉来了一名女性祭祀品，原来是鬼怪一族，这可是比人类更高级的祭品。于是抓起女人的胳膊，看来这下可以满足殿下的需求了。正当他兴奋之际，一把飞剑让他挣脱了抓着女孩的手。哥布林大王抬头一看，是你入侵这里打断了祭祀，是我，你这是在进行人祭还是在召唤祭祀品？小子，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这闲事我是管定了，而且我还要将你吞噬。黄口小儿大言不惭，拿命来！一层领主还敢这么嚣张？如果这时给我磕几个响头，也许我会饶了你。正当2人斗智斗勇之时，一旁的鬼怪美女看准时机便起身准备逃离，但哥布林大王并不准备轻松放过他。只见他口中大喝：“恶魔之王，请赐予我力量吧！”眼见着攻击就要朝着鬼怪女袭来，车成宇一个闪身便用身体挡下了攻击，转头看着鬼怪女说道：“尽快从这里离开。”可他突然发现这女人头上有2个角，居然是鬼怪一族。传说这种强大的种族只存在于神之塔100层的，怎么会让一个小女孩来下层塔？难道100层内出了什么事？正当他疑惑不解之时，一旁的哥布林大王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竟敢妨碍我为殿下准备的祭祀仪式！”说罢，突然就引爆了身旁哥布林护卫，瞬间尸体引发的黄暴能量四散开来。但对于车成宇来说，这点能量还不够给他挠痒痒，一拳便对着哥布林大王轰了过去。此时哥布林大王也瞬间傻眼，1层塔会出现实力如此强悍之人。正当车成宇准备一拳结果他之时，这时哥布林大王突然仰天怒吼，
掌管死亡的恶魔，请来救赎我吧。随后他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，下一秒，一只巨型血手抓住了车成宇的身体。他定睛一看，血魔傀儡，这家伙怎么会召唤出这种高级恶魔？不待车成宇反应过来，那只巨型大手就将他打向了地面。见此情形，哥布林大王立马得意起来，哈哈，怎么样，人类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我的最强降临术！降临术，你竟敢在我面前提降临术，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，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降临术！只见无数死灵灵魂钻入血魔傀儡体内，随之在血魔傀儡体内不停蠕动，他的腹部不断的胀大，片刻之后只听砰的一声，血魔傀儡的身体瞬间化为虚无。此时的哥布林大王抓破头皮也无法理解，如此强大的血魔傀儡怎么就被这一层小子轻松解决？这时车成宇也是一脸的疑惑，血魔傀儡不是他一只哥布林可以召唤出来的。滚！是你这掌管死亡的恶魔干的吧？这时布恩疯狂的点了点头，一直跟随车成宇的万恶之巅也愤怒的看着布恩。我刚转职死灵法师，你就对我的力量好奇，结果发现我和你的信徒战斗，索性就帮他召唤出了血魔傀儡。而你这个哥布林大王，是谁召唤出的血魔傀儡你都没搞清楚，就傻傻的任人摆布，你也就配当个棋子了。不可能，你杀了我那位殿下也会为我报仇的，那你千万记得告诉他要来找我，也请得我去找他算账。临死之前，布恩忠诚的信徒还在不停地向恶魔祈祷，这也是死亡恶魔试探郑赫的后果。随即车成宇冷声道：布恩，闹剧到此为止，竟然敢试图挑衅考验我，以后发生一些什么可别怪我。虽然中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插曲，但车成宇依旧轻松地解决掉哥布林大王，并且将他的灵魂挤压成一团灵魂球，随即被车成宇一口吞噬，这也是他变强的途径。吞噬的一瞬间，他竟发现这家伙的灵魂竟是如此的垃圾，智商敏捷这些属性只是增加了一点。正当他为此恼怒之时，一旁被救的鬼怪女轻轻地走了过来。你好，我叫夏莉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就在刚才，他救下了鬼怪女尤苏，尤苏前来报答成宇的救命之恩。见状，车成宇反问道：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吗？而尤苏则表示，只要是胆敢冒犯他的人都会被处决。成宇轻轻叹了口气，果然，鬼怪一族可真是会记仇。下一秒，他突然问尤苏：你不是应该在100层吗？怎么会来到这里？尤苏说是因为有人突然袭击了鬼怪村。成宇心中也特别的疑惑，鬼怪一族在神之塔是特别强大的种族，一般的大家族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们。想来想去，也只有4大皇族敢这么做了。怪力战士巨人族，他们有着强大的身躯和无可匹敌的力量。魔法金水龙族，他们拥有着独一无二的魔法天赋。魔气主宰魔族，他们掌控着世间的黑暗魔法。天谴之翼天族，传说他们是被天神贬为人间的天使。除了这4太皇族之外，还有一个特殊的势力，那就只有那些合力除掉自己的9星之人了。一想到9星这帮畜生，车成宇瞬间气得咬牙切齿。这时一旁的尤苏关心道：你没事吧？尤苏已见识过他的能力，因此表示想跟着他保护自己。成宇思索了片刻，尤苏虽然还小，但毕竟是鬼怪一族，说不定以后会成长为一个不错的势力。成宇默默点了点头。一旁的尤苏见状，开心的像个孩子。下一秒，哥布林大王的尸体上突然漂浮出护甲装备的印记，随后便将这装备给扒拉了下来。这时卡尔也过来汇报，城里的哥布林已全部被他转化成为死灵。一旁的尤苏躲到成宇身后，这个人好可怕。卡尔见状，看着尤苏指了指自己，小屁孩，你能看到我？当然。这时成宇在一旁解释，尤苏是鬼怪一族，从小和他们打交道。突然系统发布任务，打败哥布林大王的人能够引发怪物群攻的机会。成宇顿时大嘴一咧，我想要的终于来了。但卡尔和尤苏都觉得这样太冒险了。成宇却轻轻一笑，我来围剿哥布林大王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。身边的众神众魔也认为成宇很莽撞，而且有可能因为他的选择而死。掌管死亡的恶魔表示，如果车成宇贡献度能达到第1名，则会给他一个奖励。车成宇只是淡淡一笑，3瓜2枣可别想糊弄，接受与否要看奖励的程度再做决定。巴尔在一旁幸灾乐祸道，胆子真够大的，反正你死了我能恢复自由啊。卡尔，请你记住，我生是你的主人，我死你还是我的奴隶。说罢便直接按下确认键。这样一来，1层所有地带将无安全模式，而他的这一选择可坑惨了1层的众人。到底是哪个不要命的做出了这个选择？不管任务有没有完成，纷纷朝着2层安全区奔去。可众人还没到2层入口，一道巨大的传送门就出现在眼前，从中出现无数哥布林像的众人笑。众人被眼前众多的哥布林吓得纷纷张大了嘴巴。该死，这特喵的也太多了吧！突然，一条巨大的白色光柱把众人与哥布林分割开来。来人正是车成宇，只见他俯视众人，咧嘴一笑：这是我的狩猎场，任何人敢碰我的猎物，下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去死。众人惊叹，难道他要独自面对这么多哥布林军队？只见车成宇不慌不忙间发动死灵召唤技能，霎时间漫天的死灵士兵从他体内飞出。死灵君王，1层怎么可能出现转职的死灵君王？这时身旁的尤苏也想协助他一同击杀哥布林，那你可要速度上了，要不那帮死灵军团连渣渣都给你清理干净。听罢，尤苏也不再犹豫，从虚空中召唤出一把2边是刺的红色武器，随着武器的不断旋转变长，尤苏的手中便出现了一把浑身散发灵气的长戟。车成宇随即一愣，次元空间，这把剑绝对不普通，看他操作武器的样子也是轻车熟路。难道袭击鬼怪村的目标就是尤苏？这时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，一看这嚣张跋扈的样子，就是哪个大家族的公子哥？车成宇只是淡淡的问道：你们有事吗？我叫生态，是白光吞噬工会的人。成宇表示没听过白光吞噬工会战这个名字，那可是9星佩伦兄妹圣国工会下的一个分支工会。一听到9星佩伦这几个字，成宇心中已经燃起熊熊的怒火。
可这家伙还在喋喋不休地表示看你技能不错，引荐你也加入圣国公会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准备找佩伦两兄妹去算账，等我处理完这批哥布林再来好好和你聊聊。这时一旁的小弟觉得车成宇太敢了，仗着自己厉害就可以随便欺负人了。成宇淡淡说道，他现在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还有价值，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神塔之中，杀戮抢劫或者杀人都没有法律可言，只有强者可以生存，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就赶快给我滚。说罢便转身离去。此时战场双方都打得十分火热，见此情形，车成宇带着卡尔也步入战局之中。那些死去的哥布林战士在成宇和卡尔一番日眉弄眼的操作下，纷纷化作可以立刻上前战斗的死灵骷髅，然后又命令卡尔把那些尸体全部变成死灵士兵。那我们就来一起好好玩玩吧。一旁的尤苏此时也与哥布林大军激战的正酣，可无奈哥布林数量实在太多，开始变得有些力不从心。这也是太多了吧。正当他分神之际，一只哥布林从身后偷袭得手，突如其来的偷袭让尤苏没有反应过来，瞬间疼得哇哇大叫。这时他想起被神秘势力屠戮的村子，这点痛苦根本无法与之相比。但这时的尤苏明显体力已经达到极限，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与此同时，身后的车成宇也正与哥布林大军进行着厮杀。一个一层的普通人竟会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，这也是他愿意跟着车成宇的原因。无论如何都要努力爬上塔顶为鬼之一族报仇雪恨。下一秒，一只冲天鼻哥布林再次朝着尤苏偷袭而来，眼见就要打爆他的脑袋，突然一道闪电袭来，将这只哥布林劈得粉碎。正是帅气威武的卡尔大叔救下了他。没事吧小姑娘？没事大叔，说着便强撑着身体准备起身战斗。卡尔见状心想，这小姑娘可真是执着，她到底是经历了什么？可突然尤苏问道，您为什么要救我？从100层到现在没任何人帮过自己，难道你们出手帮我是出于什么目的？尤苏一直认为帮他的人一定是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，没有什么原因，我只是服从成宇的命令保你不死而已。车成宇的关心让尤苏发自内心的感激，并发誓以后一定会尽自己所能报答这份恩情。说罢，尤苏的胸口开始发光，下一秒便从怀中拿出一具散发着幽光的鬼面具戴在脸上。突然，尤苏的力量呈几何倍的增长，正在战斗的车成宇突然也感受到这股力量了。此时的尤苏好似变了一个人，瞬间一个闪身便来到哥布林身后，抬手之间哥布林死伤一片，犹如一只渴望嗜血战斗的野兽向着哥布林大军冲去。这一幕被一旁的车成宇尽收眼底，同时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猜测。果然，那个神秘势力袭击尤苏的村庄就是为了抓他，他身上到底是藏着什么秘密？暂时还是先别告诉他为好。很快战斗也要接近尾声，只剩下1分钟时间，传送门也逐渐慢慢变小。随着最后一只哥布林的死亡，传送门也彻底关闭，结束了这次的受潮。这时系统提示，恭喜您成功阻挡了怪物们的进攻。此时的尤苏已经是耗尽所有的气力，眼看就要倒下。下一秒，一个强大有力的手掌扶住了他。没事吧？你不该在那种情况下使用那个技能的，我可以应付得来的。一句简单的关心让尤苏面红耳赤，十分害羞，于是便转头慌忙打开了系统通关状态栏，贡献值123名均会获得奖励。车成宇此时邪魅一笑，很好，是该好好结算一下了。哥布林大军群攻结束之后，总计击杀2500多只，系统提示达成哥布林屠杀者成就，所有属性加5，功勋值加5000。各项属性虽然不多，但成就奖励对以后会有很大帮助。只要不断掌握各种技能，这一数值的效果将会无限被放大，这点还真令人期待。三人也都获得了相应的杀怪奖励。卡尔表示自己身为死灵体无法使用，便主动献上。尤苏见状也只好把自己的那份奖励递了过来，希望你理解我，我已经被背叛过一次了，所以我必须收回。接着车成宇看着尤苏说道，如果想让我彻底相信你，那就干一些能让我幸福的事吧，不然接下来也没法继续带着你。听他这么说，尤苏表示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说罢，尤苏眼神立刻严肃了起来。下一秒，他竟然直接打开了体内空间，竟直接从体内空间内取出鬼怪面具。我把我的鬼怪面具一起给你，这样可以吗？卡尔此时惊呼道，竟然愿意把本族的鬼怪面具交给一个外族之人，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他们此生唯一一次向伴侣求婚时才会赠送的礼物，而且更是鬼怪一族的力量精髓。一脸懵逼的车成宇问道，为什么要把面具也给他？这样你就会相信我不会背叛你，同时也是为了报答你救命的恩情。这个面具实在是太珍贵，我总觉得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目的？这时尤苏才缓缓说道，我要报仇。以前我可能没和你解释清楚，其实我的村子已经被全部烧毁了，本来还打算寻找幸存者，可至今一个也没有找到，也就是说我可能是这个世上唯一的鬼怪族人了。作为仅剩的鬼怪族人，我必须为我死去的族人们报仇雪恨，所以我恳求您带着我一起走吧。车成宇思索了片刻，这丫头看来和我一样，好吧，我答应你，除非你想死，否则别想着背叛我。哦对了，这个鬼怪面具属于鬼怪一族，我不需要。见车成宇答应，这时的尤苏笑得像个孩子，谢谢你哥哥。见尤苏叫自己哥哥，顿时一脸大写的懵逼，随你怎么叫吧。说罢将3枚奖励晶体抛向空中，下一秒晶体碎裂开来，变成3件首饰：魔法戒指，魔力加5，魔法消耗量减少10%；魔法耳环，魔力加5，魔法消耗量减少15%；魔法项链，魔力加5，魔法消耗量减少20%。还不错，这些奖励对于死灵君王来说再好不过了。随后将首饰一一戴上，这些可以将召唤兽的质量和数量提升1半。喂，你这家伙打算沉默到什么时候？波恩，你似乎忘记了你说过的奖励了吧？见状，波恩表示要换个地方借一步说话。好了，在这里总可以了吧？千万别想着逃避。掌管死亡的恶魔波恩表示不要总是催他。下一
一股磅礴的恶魔之气冲天而起。接着桌面上出现了一枚散发着恶魔之气的骷髅戒指，看来以后娶媳妇的3金今天一次就置办好了，让我好好看看。可下一秒却被惊得睁大了眼睛。等等，这时一旁的卡尔和尤苏也疑惑地问道：“哥哥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？这个戒指竟然富有魔气，魔气是4大皇族之一魔族的专属物。”这可是属于高级魔法资源的狂暴之地，一般成为魔族奴隶才能获取魔气，就算获取一点差距也会十分明显。这枚戒指一下提升自己10点魔气，这提升可是质的飞跃。随后恶魔布恩友好的向他摆手示意握手和解，车成宇也爽快表示，既然给了我这么一件好东西，也就不再计较此前捣蛋的事情。这时一旁的万恶之巅巴尔身体不断颤抖，有了布恩就把我巴尔给彻底抛弃了。车成宇说道：“你是想白嫖吗？”卡尔也在一旁不断拱火，好小子竟然敢勒索恶魔！一脸茫然不知所措的巴尔随后翻找自己的橱柜、衣柜、床底，别闹了，巴尔，要想一直跟着我就拿出你的诚意。巴尔稍微沉思片刻，便做出了自己的决定，随即表示要向车成宇发布指派任务。车成宇一脸震惊，指派任务？巴尔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随后巴尔非常肯定地表示要发布指派任务。卡尔表示恶魔给的任务绝对不一般，臭小子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。好吧巴尔，既然你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破例答应你一次吧。但厚颜无耻的车成宇表示秘籍要自己来选，因为失败的话要给巴尔做使徒试炼。巴尔表示赞同，随后喜笑颜开的和车成宇握了握手。尤苏问道：“哥哥，下一步我们有什么计划？”当然是让卡尔去抓那个叫生态的家伙。凯尔已经派死灵士兵跟着他，目前他还在1层。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尤苏，那我们就先散步，聊聊天，顺便给我讲讲你们鬼怪一族这个面具的事情。尤苏边走边说道：“其实也没有什么，说白了就是唤醒自己主人拥有鬼怪能力的一种。鬼怪的能力是指咒术和神通力，而且还可以利用神通力来预见未来，这种能力叫做预知。”车成宇叹息道：“如果能选一个战斗系的能力，也许会更好。哥哥，你有些轻看预知这个能力。在以前，外族人都是把好东西给族中的长老们，让帮他们预测未来。他们对未来深感焦虑，总想着通过这种方式改写命运。”车成宇嘿嘿一笑，那些只是迷信罢了，靠自己实力改变岂不是更直接？尤苏转身闭着眼说道：“真是太好了，看来我的能力很适合哥哥你。”车成宇疑惑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因为我的能力是战斗预测，也就是只针对战斗双方的预测。怎么样，哥哥，现在觉得我有用了吗？话刚说完，车成宇便上前给了尤苏一个大大的拥抱，一时让尤苏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车成宇表示到这能力简直是太完美了，瞬时尤苏的脸蛋涨红了起来。无论是剑士、猎手、刺客或者枪兵，就算是面对目前如日中天的9星，也有一战之力了。说完把尤苏搂得更紧了。真的谢谢你。一旁的巴尔和九尾妖狐也在一旁不停的吃瓜。巴尔，你这个偷窥狂，赶紧给我走开！车成宇摸了摸后脑勺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才有些失态。尤苏说没事，能帮上你我很开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，也一定会帮你报仇雪恨。太感谢哥哥了，那就麻烦你了。画面一转，只见卡尔抓着生态的脸颊，别再挣扎了，你的伙伴已经抛弃你了。乖乖跟我去见主人吧！真是的，那家伙是不知道灵魂体抓个活人是有多麻烦，怎么还没来？话刚说完，两人便出现在卡尔的身后。干得不错嘛！卡尔愤愤道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？都快累死我了！”这家伙一直想逃跑。这时车成宇缓缓拿出长剑，卡尔你先放开他。说罢，剑深深地刺入大树之内。这是你的剑，你拿走吧。不过你得先选一下怎么带走这把剑，拿走手里还是插进你的身体，就看你怎么回答我的问题。现在就把关于白光吞噬的所有信息给我一五一十的说出。一脸惊恐的生态便一一脱口而出。看着狼狈走掉的生态，卡尔疑惑地问道：“就这样把他放弃？无所谓了，反正我会把圣国旗下的全部工会逐个打烂，一路击垮别人兄妹赖以生存工会基石。但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完成巴尔发布的事务任务。”三人随后准备进入神之塔第2层。看到三人到来现场，众人瞬间惊呼：“那是什么？传说中的鬼怪面具！”一胆大学院试探性地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有工会了吗？”车成宇不想暴露真实名字：“我叫鬼面。”说罢，三人从传送门进入神之塔第2层，击杀哥布林和哥布林战士各10只，便可以进入第3层。这任务也是太简单了吧，毫无挑战性可言。巴尔，那这个任务就交给你来完成。巴尔反问道：“难不成你把我当成你的免费劳动力？纪律要抓活，我要用魔气做个实验，你如果想看的话，就快去快回。”卡尔无奈道：“你这家伙可真是太狡猾了，但可别用光魔气，一定要等我回来。”车成宇看了看手上的魔气戒指，希望你能带给我意外的惊喜。说罢低声吟唱：“4大皇族，请赐予我魔族的力量吧！”只见一团黑紫色的魔气从戒指内漂浮而出。就这时，一只流着哈喇子的哥布林探了出来。原来这只哥布林是被尤苏的美色所吸引。车大左翼来得正好，正愁找不到你。说罢，这团魔气顺势去吧，魔气流露。可这只色眯眯的哥布林仅硬生生躲开了魔气的攻击。哥哥不好，这家伙躲开了。不会，这种攻击根本无需击中目标。话音刚落，这只哥布林就化为了灰烬。只因低等的野怪无法承受魔气这种狂暴的力量。接下来才是重点。把魔气注入到死灵的话，就会诞生出更强悍的死灵士兵。可就在他把魔气与死灵之气融合的一瞬间，一股刺入骨髓的疼痛让车成宇顿时难以承受。糟糕，死灵之气承受不了魔气就要崩溃，看来是魔气值太高了。于是立即把魔气从10点降低到1。
在他一番日眉弄眼的操作之下，一只拥有着魔气的死灵战士诞生了。魔族之外的种族应该都没用过最纯粹的魔气，因此大家都不知道魔气其实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力量。这时任务完成的卡尔走了过来，真是太棒了，融合的恰到好处。拥有魔气的死灵战士，就叫他魔灵战士吧。车成宇表示这名字听起来不错，不愧是我卡尔的徒弟，这手艺简直是太棒了。车成宇无奈接着问道：“那以后每次都要注入魔气吗？那样的话就太麻烦了。”不一定，也许并不需要我亲自召唤死灵。一旁的车成宇也表示在召唤死灵方面自己还略逊一筹。嗨嗨，看来你小子终于学会尊敬自己的师傅，那就让为师来给你展示真正的死灵召唤吧。下一秒，只见卡尔逃生怒吼，无数的死灵之气从体内喷涌而出。卡尔，快停下来！你这样下去，灵魂会消散。卡尔却大声地说道：“小子，别愣着了，赶紧把魔气注入为师的身体之中，成功的话，为师就能直接召唤魔灵战士。”原来是这样，那恭敬就不如从命。师傅，你撑住了！说罢，就将10点魔气直接注入卡尔的身体。下一秒，卡尔所在的位置一道魔柱拔地而起，直冲天际。一旁的尤苏震惊道：“卡尔老爷子，他不会出什么事吧？放心吧，这老爷子身体硬着呢。”卡尔大声道：“等我融合完毕后，瞧我怎么把你撕成碎片！求之不得，巴不得你的能力能够威胁到我。这样的话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”与此同时，卡尔与魔气的融合已经到了最后阶段。化为一团不断飞速旋转的狂暴能量漩涡，仿佛世界末日一般。下一能量消散，卡尔浑身笼罩着比之前恐怖数倍的死灵魔气，缓缓从中走了出来。车成宇见状，只是淡淡一笑：“成功了，我最强的魔灵法师就是你，卡尔。”可谁知卡尔此时却缓缓地说道：“你这次可犯了个大错，我的好徒弟制造出比自己还强大的魔灵法师，这是你作为死灵君王犯下最大的错误。”而此时的车成宇轻轻地戴上鬼怪面具，那也正好，我刚好想找个厉害的对手来试试这个鬼怪面具来着，同时也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死灵君王。在男人一番日谋梦的胡乱操作之下，竟缔造出强大于自己数倍的魔灵法师。谁曾想这个天生反骨的魔灵法师欲将男人斩杀取而代之，但在戴了鬼怪面具的男人眼中，他召唤出的魔灵战士速度犹如蜗牛一般，只是一拳就将这些魔灵战士砸成齑粉。在这个反骨仔一脸不可置信的眼神之中，一拳狠狠地将这个反骨仔给砸飞了出去。卡尔，你这个魔灵法师是我亲手所缔造，你还是乖乖臣服我，要不然我一定会让你魂飞魄散。这时尤苏朝着被车成宇砸向地面的卡尔跑去。老爷子，你没事吧？别担心，卡尔老爷子这具身体是不会被我的拳头打伤的。小子真会装大尾巴狼，普通人的拳头当然没事，可被你揍的现在脸上还是火辣辣的。这时尤苏试探性地问道：“哥哥，你刚才使用的是面具的力量吗？”是的，戴上面具发现周围一切都变慢，就好像练就极限的武道家一样。哥哥，听你这么说的话，这好像是没正确使用面具能力所产生的副作用呢。啥？你说啥？错误使用产生的副作用？如果这是副作用，那如果正确使用的话，会强到什么程度？尤苏缓缓解释道：“敌人的动作变慢是最基本的，接下来应该能预判他们的动作才对。”兴奋的车成宇立马抓住尤苏的胳膊，快告诉哥哥怎么做才能达到那个境界。尤苏表示道：“他也说不清，就好像那个能力天生就可以使用一样。”车成宇呵呵一笑，都忘了尤苏可是鬼怪一族中的天才，对他来说这就跟呼吸一样自然。紧接着尤苏好奇地问道：“哥哥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头晕？”车成宇答道：“没有。”怎么了？这就怪了，没有修炼到位的鬼怪都会感到头晕恶心，哥哥可是一名人类，竟然一点感觉也没有。车成宇尴尬地表示：“因为我根本没有使用到预知能力，所以才会这样子。”接着车成宇轻轻抚摸着尤苏的额头：“好啦，这次幸亏有你，如果不是你，卡尔这家伙还真不知道膨胀到什么地步。从死灵法师进化到魔灵法师，能力增长了10倍，怎么还是被这小子压一头？”尤苏心疼地看着可怜巴巴的卡尔：“老爷子，别难过了。”此时的卡尔犹如3岁的孩童找到亲娘一般，抱着尤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大哭了起来。“你还知道来安慰我？再看看那个臭小子！”呜！尤苏指了指旁边的哥布林：“老爷子，看来您抓回来的哥布林数量好像不太多啊，还愣在那干什么？难道等着我亲手去抓吗？”卡尔哭丧着脸道：“想我堂堂魔灵法师，竟沦落到现在的地步。”暴怒的卡尔把怒火全部撒在了不长眼的哥布林身上，三人毫不费力的就来到了神之塔第5层，见一只绿色的哥布林倒挂在树上，下一秒竟从毒管中吹射出一枚毒刺。这一幕早被尤苏发现，瞬间就被用剑拦腰砍断。尤苏一脸邪魅的说道：“你竟敢偷袭我亲爱的哥哥！”哥布林被这一幕惊的是冷汗直流，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被卡尔轰成了渣渣。就在这时，卡尔发现一旁的尤苏状态有点不对劲，只见他突然咧嘴邪魅一笑，看得人毛骨悚然。卡尔立刻伸手询问：“尤苏，你没事吧？”这时尤苏才回过神来：“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握着剑吃笑？”正当卡尔准备继续追问之时，车成宇突然站了起来：“今天晚上我将会再一次引发兽潮群攻，时间回到进入5层的前一天。”三人围绕着火堆商讨着后面的计划。车成宇突然表示他已经知道如何引发兽潮群攻。卡尔与尤苏一脸不可置信地问：“什么？人为的引发兽潮群攻？”没错，前一世在300到400层的时候，大地裂开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洞穴，偶然间发现了这个方法。每层塔都隐藏着一个引发兽潮群攻的中心区域，只要不断的用魔法对着那个中心区域进行攻击，就会引发兽潮群攻。卡尔说道：“你小子用这种方式尝到了不少甜头吧？”但直接被车成宇否认了。300层以上的怪物可不像哥布林这样好对付，
即使是4大皇族，一个人也无法面对受潮的群攻。但这次不一样，现在才是第4层，我们可以快速的通过受潮群攻提升自己的实力。与此同时，4层塔内的众人发现地面突然震动了起来。这尼玛，受潮群攻，难道又是1层那个引发受潮的家伙搞的鬼？只见乌压压的一片哥布林朝着众人冲了过来。妈呀，快逃！村子里怎么也会发生受潮群攻？可4层的哥布林可不是吃素的，纷纷拿起毒吹管对着逃跑的众人发射毒刺。这毒刺有麻痹作用，动不了了，这下要完蛋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这次受潮群攻的始作俑者车成宇挺身而出，一抬斧便把一群哥布林轰得连渣都不剩。被救的学员问道：“你是？”车成宇冷声回应道：“别废话，赶紧把伤者都移动到安全的地方去。”待车成宇抬起头，这个学员才发现这人就是近3层前遇见的鬼面。见状，众人立刻惊呼道：“是鬼面！他可是战胜过受潮群攻的人，这下我们可算是有救了。”这时车成宇缓缓地摘下面具，请你们牢牢记住我这张帅气的脸庞，还有出去后记得把我的大名给传出去。说罢，大手一挥，战斗吧，我的魔灵战士们！下一秒，地上的尸体瞬间后，魔灵战士张牙舞爪地朝着剩下的哥布林大军冲去。一旁的卡尔又不乐意了：“你装什么装？明明都是我召唤的！少说废话，赶紧给我继续召唤魔灵战士！”可令两人都没想到的是，下一秒哥布林魔魂战士竟然烧了起来，瞬间几十只魔魂战士被烧成了黑炭。原来是哥布林巫师，他们能给魔灵战士造成伤害。卡尔表示，现在首要的就是先打掉这些巫师，要不然魔灵战士根本无法发挥实力。正当两人商量对策之时，尤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哥布林巫师的头顶，下一秒竟直接跳了下来。只听唰的一声，哥布林巫师纷纷毙命。车成宇也不再犹豫，可以影响到灵魂的火焰，哥布林可不配拥有这种能力。说罢，大嘴一张，立即发动吞噬技能。只见哥布林巫师的巫术之力被车成宇源源不断的吸入体内，随即怒喝一声，灵魂火焰，几百只哥布林瞬间被火焰所包裹。做得好，尤苏，你就像刚才那样继续对付哥布林。可尤苏突然间却转过头邪魅一笑，见状，车成宇关切地问道：“尤苏，你没事吧？”但尤苏没有回答。只见花花几风电光闪，瞬间化成一道血红色的龙卷风，朝着哥布林兽潮袭来。这时车成宇才发现，尤苏的剑散发着浓浓的血气，这绝对不是一把普通的剑，但一时还搞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此时的尤苏浑身缠绕着妖异的红光，眼中满是诡异，剑身也不断向外散发着浓浓的血气，简直和以前的尤苏判若两人。见尤苏状态不对劲，车成宇大喊一声：“尤苏！”可尤苏还是没有说话，只是转过身来朝着车成宇嘻嘻笑了起来。话音刚落，尤苏的剑就朝着车成宇的胸口横切了过去。车成宇见状，连忙一个闪身躲开，大喊道：“尤苏，你在干嘛？”随后只听咔咔咔，身后的剑柱竟被尤苏拦腰切断，下一秒竟然溅起满地的烟尘，就连车成宇的死灵魔杖也被锋利的剑芒所斩断。车成宇沉思道：“这把剑怎么如此强大？尤苏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暴走起来怎么连他也无法应对？”紧接着，尤苏大吼一声，挥舞着血刃摆出战斗架势，对着车成宇的头上就劈砍了下来。车成宇见状不好，立马闪身踩攻击，顺势揭开面具，大吼道：“尤苏，我是车成宇，你认不得我了吗？”但回应他的是尤苏冰冷的面。紧急之下，他只能拿出魔杖抵挡血刃的攻击，但血刃带给车成宇的压力超乎他的想象，这特喵的根本抵挡不住，下一秒竟被尤苏血刃的冲击力直接砸入了地下。卡尔见状，对着满是烟尘的车成宇大喊：“臭小子，你还好吧？尤苏，你在干嘛？”车成宇感应到是卡尔到来，重重的咳了一声：“没事，还死不了。只是尤苏这小丫头突然变得无比强大，打得我根本毫无招架之力。”话刚说完，尤苏就从消散的烟尘中走了出来，对着车成宇咧嘴一笑，浑身散发着诡异的鬼气。这时，车成宇掏出一把巨斧。卡尔，你去处理那些哥布林，我要把尤苏这个丫头解决掉。我不管你是尤苏或者什么生物，留给你的选择，要么是死，要么就是臣服。说罢就朝着尤苏冲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开启鬼怪面具技能战斗预测，凭着上一世的战斗经验告诉他，尤苏手中那把剑一下就可以斩断他。尤苏，虽然我很同情你现在的处境，但我们的关系只能到此为止了。说罢，靠着战斗预测的加持，手中的巨斧朝上劈去。眼看巨斧就要将尤苏的头劈开之时，尤苏的神智突然恢复，叫了一声哥哥。这时车成宇的攻击也明显顿了一秒，可也就因为这一秒，急速劈砍之下的巨斧竟被尤苏硬生生单手给接了下来。车成宇随即也愣住了，这难道是尤苏的战斗预测？接着尤苏又对着车成宇邪魅一笑，心里可能在想，关公面前耍大刀，自不量力。接着又对着车成宇身体进行了蹂躏，直接把车成宇震得飞出几十米，口中喷出一口老血。此时的车成宇已经精疲力尽，只能勉强用手支撑着身体。下一秒，尤苏神智又突然苏醒，看着远处的车成宇，正想说点什么，但发现眼前的地面伸出成千上万只散发着黑气的死灵骨爪。只见车成宇低声吟唱：“沉睡在地底的死灵们，去吧，碾碎面前这个凶神恶煞的你！”这些死灵战士直接就冲着尤苏的大长腿放了去。一时神智清醒的尤苏不知如何是好。下一秒，尤苏的瞳孔突然放，意识又被血刃占据，哗哗几声剑响，已经杀到了车成宇身前。我特喵甚至都没看清楚死灵战士是怎么被诊断的，难道他也使用了战斗预测？
以他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应对被血刃占据意识的游苏，于是觉得现在只能逃为上策，随手轰出一记魔气光波，趁着烟雾弥漫快速闪身逃离此地。就在他逃出去的瞬间，却惊奇地发现，此时的游苏连站都站不稳，难道是体力耗尽了？不对，游苏的眼睛在流血，难道是身体出现了什么异常？看来这就是游苏之前所说的错误使用预知能力所带来的副作用。目前看来还有机会。说罢立即上前一步，那我就再逼你用一次战斗预测。游苏见车成宇竟然还敢露面，手持血刃就追了上来，但追了没多远便站在了原地，直勾勾地看着车成宇。只见车成宇勾了勾小拇指，来呀来呀，快打我呀！难道是不想打了？被激怒的暴走游苏手持血刃上斩下来。车成宇见状，连忙一个快速闪身，开了游苏的致命一击。就在这时，游苏的神智仿佛又恢复了过来，但突然从两侧出现了两只手持毒吹管的哥布林，竟然是哥布林僵尸。紧接着毒刺从吹管中射出，一旁的车成宇嘴角一咧，即使你再厉害，中了哥布林的麻痹毒刺也会束手就擒，但想要躲开麻痹毒刺的话，就必须要使用战斗预测。而这正是车成宇所希望的。下一秒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开启了战斗预测。游苏大吼一声，只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两只哥布林纷纷毙命，紧接着挥舞着血刃就朝着一旁的车成宇劈来。车成宇见状，连忙一个起身闪跳，躲开血刃的攻击。游苏压根不给车成宇喘气的机会，一脚顺势起跳就朝着车成宇的方向弹起。这一幕令车成宇也没有想到，游苏这超快的反应他根本无法躲开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血刃的剑尖朝着自己刺来。难道车成宇这次真的要命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吗？眼看车成宇即将要命丧黄泉之际，突然死灵哥布林的毒刺正游苏肩膀。这时游苏明显一愣，原来是车成宇让死灵哥布林毒刺穿过自己身体，才能让游苏的毫无防备的中招。老板，看我表现的如何？这次得加鸡腿吧？加你妹啊！没发现我中毒了吗？赶紧去把那个毒刺给我拿过来！你不是挺能蹦跶的吗？继续蹦跶呀！谁知下一秒游苏站立不住，竟慢慢倒了下去。车成宇顺势接住，心里盘算着怎么处置这个烫手的游苏。先是通过咀嚼毒刺获得麻痹毒素耐性，随即转头看向一旁昏迷不醒的游苏。他拥有的能力还真让车成宇有些吃不消。画面一转，只见游苏随着血刃一盆掉落。这是我的剑，我这是在哪里？就当他握住血刃的瞬间，脑海中瞬间出现了一道人影。这人紧紧地盯着游苏，这一代的主人，原来还是个小鬼。游苏问道：“你是鬼怪吗？”这人表示你只猜对了一半，随即将血刃横在游苏的脖颈之处，念你是鬼怪一族的后人，别怪我没有警告，下次再敢轻易拔出此剑，我会直接将你的意识吞噬。话音刚落，游苏突然睁开眼睛醒了过来。臭小子，快看，游苏这丫头终于醒了。车成宇问道：“还记得你刚才对我做了什么吗？”游苏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。随后三人来到了神塔6层的一座城镇，两人决定先在城镇让游苏恢复一下体力，随后一口气杀到神之塔10层，但首先要解决掉9层 BOSS。卡尔表示9层的 BOSS 是一只大王级的半兽人战士。游苏见状说道：“那就等我恢复之后我们一起。”可车成宇直接给他浇了一盆冷水：“我们还是各自行动吧。”游苏一脸吃惊地说道：“哥哥，难道你们是要抛下我了吗？”车成宇质问游苏：“你不记得5层兽潮群攻时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的那把血刃其实是一把魔剑，它赋予你力量的同时也侵蚀了你的意识，在你失去意识之后，甚至还差点把我杀死。如果过于依赖那种力量的话，还没到100层你就会彻底崩溃。因此要继续跟着我们的话，就要彻底舍弃那不稳定的力量，通过强大自身来神塔10层找我们。明白了，我一定会努力到神塔10层与哥哥会合。”随后两人起身与游苏告别。车成宇递给他一件斗篷，一个人在外，别人他人知道你是鬼怪一族，那我们就先暂时分开吧，哥哥先走了。两人看着游苏独自一人离去的背影，还真有点不舍呀。无论多久，我们都会在10层等着你。随后两人便一路朝着神塔9层杀去。3天后，两人直接杀到了神塔9层，看着眼前的哥布林半兽人 BOSS， 也就比普通哥布林体格壮了一些而已。随即戴上鬼怪面具，发动战斗预知。你这中看不中用的哥布林 BOSS， 看大爷不扇死你！只听啪的一声，这一巴掌狠狠地抽在哥布林 BOSS 的脸上，紧接着飞身抬腿给了重重的一脚。哥布林 BOSS 被这一脚狠狠地砸向地面。这时卡尔提醒道：“别忘了捕捉死灵，我们得造一些半兽人的死灵士兵。”现在的两人都将引发兽潮群攻当成日常操作。这时卡尔突然问道：“你这家伙对游苏是不是太过于冷血了？等你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再来批评我，所以不要傻站在那，赶紧给我再抓几只半兽人回来。”卡尔顿时被气得七孔生烟：“你父母没教过你尊老爱幼吗？”正如你所说，我并没有父母。闻听此言的卡尔瞬间一愣，什么？原来车成宇与9心中的楚金寻一样，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随即卡尔重重地在车成宇肩膀拍了一下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毕竟……可话还没说完，车成宇就捂住他的嘴：“别转移话题，赶紧去给我抓半兽人！臭小子，你可真没礼貌，过来让叔叔抱抱！卡尔，你赶紧给我起开！我从小就这样，我最烦别人同情我了。”车成宇随即达成半兽人屠杀者成就，随后顺着传送阵来到神之塔10层的挑战屋。系统提示：击败领主怪物方可抵达10层，否则将会被强制送回9层。卡尔疑惑到这玩意以前好像没有见过，随后发现挑战过此关的玩家大部分都花了1分钟，不仅没有两人的名字，而且大部分都是4大皇族那帮出生就带挂的家伙。要不我们今天就试试打破记录看看？嘿嘿，这倒真是个挺不错的好主意。挑战开始前，系统会给予挑战者足够多的时间来准备，1分钟后系统将开始召唤领主级怪物。卡尔，
一旦 BOSS 出现，你立即用魔魂士兵把他给束缚住。那接下来我们便准备大开杀戒吧。只见车成宇右手猛落，地上一拍，以手掌为中心，一股神秘力量向四周扩散。下一秒，竟召唤出一把能量形成的魔法长矛，随即口中默默施咒。这就让你们尝尝死灵君王的厉害！元素、贯通、敏捷、强韧、致命5种不同颜色的属性朝着魔法长矛涌去，差点都把这招给忘了。施咒，魔气。下一秒，只见矛间充斥着噼里啪啦的黑色闪电，矛身不断颤抖着，犹如意在冲锋的战士，只等主人一声令下，就让我看看你们4大皇族的后裔实力到底怎样。只听砰的一声，地面炸裂开来，考核正式开始。领主怪物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，是谁惊扰了本座的美梦？你这不知死活的人类，准备迎接本座的怒火了。卡尔也不多废话，战士们给我碾碎眼前这个怪物！瞬间，这只领主怪物就被卡尔的灵魂锁链所禁锢。车成宇见状，立刻大喊：“冈格尼尔！”长矛犹如流星一样就朝着领主怪物身上刺去，直接穿过领主手掌，将其头颅瞬间刺爆。下一秒，小山一般的领主尸体哐当一声在了车成宇面前。系统提示：您刷新了10层考验通关记录，是否留下姓名？只见他咧嘴一笑，那就留鬼面吧。与此同时，8层小酒馆内众人正在议论，鬼面这家伙通关10层竟连1秒都不到。此时的游苏也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屏幕。成宇哥哥，你们要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这时的卡尔兴奋地大叫道：“哈哈，居然刷新了4大皇族的通关记录，这可是历代死灵法师都无法达成的成就啊！”可谁知车成宇只是淡淡地说道：“历代的死灵法师难道不就是只有你和我吗？别磨蹭了，上面还有很多事等着我们去处理呢。”画面一转，这是一个黄发金眸的男人盯着眼前的屏幕，鬼面是吧？这下有意思了。随后两人来到了10层最大的城市，也是100层之内最大的城市，通往地球的传送阵就在此而建，因此许多放弃继续登塔的人们在这里经商，形成了商圈。两人所经之处，到处都是金富水果店，还有金富工坊、金富酒店。卡尔疑惑地问道：“臭小子，这金富是属于哪个家族的产业？”随即车成宇缓缓解释道：“这些都属于金富商会的。这是几10年前出现的已知塔内最大的商会。金富商会的主人本名叫佛米，是塔内第一神豪，凡是塔内流通的几乎所有东西都会经他之手。”这时卡尔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？”车成宇表示此次的目的就是来这找个赞助商。此时的卡尔已是一头雾水，赞助商？什么赞助商？车成宇指了指金富的牌子，这满大街的牌子都是我们未来的赞助商。闻听此言，卡尔瞬间一愣：“你说的那个赞助商该不会是……”“没错，我要找的赞助商就是金富。在金富商会，只要你出得起价，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商会交易。您好，先生，买卖物品的话需要先登记一下姓名。”车成宇没有说话，而是拿出了鬼怪面具。“请重新组织你的语言。”侍者瞬间一惊：“您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鬼面？嘘，这下还需要登记我的名字吗？”说罢便一股脑的将背包中的金币掏出来。这时侍者已被惊得说不出话：“先生，您这么大手笔是准备买点什么呢？我要见你们金富的老板，不知可行不可行？实在是不好意思，这笔交易可能无法进行。首先，我们金富商会的老板平常业务非常繁忙。其二，虽然3000金币不是个小数目，但还不足以购买我们老板的时间。”车成宇思索了片刻，那得花多少钱才能见到你们老板？画面一转，车成宇来到2楼的一座包房内。“我是金富商会10层分会长帕菲，阁下就是当下炙手可热的鬼面先生吧？听说您想见我们金富老板？”车成宇随即向四周看了看，没错，不过他好像不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鬼面先生，您出示的金额可能还不够。帕菲先生，要不这样，您先将他给叫过来，我敢保证他见到我一定想成为我的赞助商。小子，你不觉得你的态度过于傲慢自负了吗？虽然你现在的名气很大，但凭这个就想见我们老板的话，恐怕有些痴人说梦。与此同时，一根魔法线已经出现在帕菲手中，这是帕菲的木偶系技能，可随意操控被魔法线绑住的对象。对不起了，鬼面先生，可能得把您给请出去了。车成宇看着眼前的魔法线，傲慢自负，说罢一把抓住帕菲释放的魔法线。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傲慢与自负。这时帕菲已是一脸震惊，这可是对付180层玩家的技能，他一个10级刚爬上塔的玩家怎么可能接住？随即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“小子，那我们这样如何？”只见帕菲双手合十，紧接着啪的一声，随后两人来到一个荒芜的世界。“小子，你应该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吧？这里是……”可话还没有说完，便被车成宇打断：“内心世界，你把我们灵魂单独抽离，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无限世界。”帕菲此时一脸不可置信，一个10层的玩家怎么会知道内心世界？那你就应该知道，在这里只能利用经验以及灵魂的力量去战斗。如果你能打败我的话，就给你一次见我们老板的机会。话音刚落，无数条紫色的魔法线就将车成宇怎么不能动弹，但他只是淡淡的说道：“这可是你说的帕菲，你难道还没发现吗？你的技能虽然很强大，但在我这里根本无效。”话音刚落，便一把将身上的魔法线尽数扯断。还有什么招数，都全部使出来吧！帕菲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这家伙至少有200层以上的玩家才有的精神力，这怎么可能？随即帕菲打了个响指：“好吧，我承认你的实力可以和我平起平坐。”话刚说完，疯狂的世界中爬出一具又一具没有灵魂的木偶，但在内心世界里，经验即是力量，这些都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召唤出来的木偶。这些木偶都是通过注入魔力强化而成的人形兵器，而且每一具都拥有50层以上玩家的实力。所以自从你踏入这个内心世界的瞬间开始，胜负就早已注定了，鬼面先生。不过也不用太过担心，这里受的伤不会转接到现实中的身体。看来这场战斗已经可以说是结束了。可谁知下一秒，
这些人形木偶竟被车程直接给震飞了出去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这小子使用了魔法？紧接着，一股远古沉睡的怒吼之声传入耳膜，一个手拿权杖、浑身散发死灵之气的骷髅法师出现在帕菲眼前。噬魂法师，100层的大灵主怪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时，车程宇大嘴一咧，看着帕菲说道：“原来在内心世界里想要把死人召唤出来，竟特喵的这么费劲。你的木偶军团不过是过家家而已，我猜你是没见过真正的死灵军团到底是长什么样吧？”随即怒视着帕菲，那就趁这个机会给我好好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死灵军团。下一秒，只见死灵之气开始充斥在整个内心世界，一只远古死灵凭空出现，甚至还出现了4大皇族的身影。此时的帕菲已是彻底的放弃了抵抗。噬魂法师竟然还有传说中的4大皇族，甚至还有一些从未听说过的强大生物。毁灭！你这家伙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帕菲以全身瘫软的跪在车程宇身前，一个10层新手玩家怎么可能控制我的内心世界？车程宇低头看着他，别装了，这下可以履行我们的赌约了吧？随即将一封信件递给了帕菲。帕菲表示递交后如果无回复的话，他也无能为力了。车程宇一脸自信地说道：“他一定会回复我的。”随即两人在帕菲的恭敬目送下离开。走吧，卡尔，现在还要跟我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在金富老板到来之前，在这干等着岂不是浪费时间？随即两人便来到了白光吞噬公会山庄。只听咣当一声，公会大门被车程宇重重的一把推开。欢迎光临白光吞噬公会，请问先生是要办理什么业务？业务？呵呵，我要加入你们白光吞噬公会。欢迎欢迎，请问您有推荐信或者介绍人吗？这个还真没有，我只是听说你们公会挺强的，因此来看看。两女白牙一呲，看来是个啥都不知道的新手小白。黄发女一脸不屑地表示，进公会先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技能。车程宇随即拿出1枚金币，请看好了。随即两人被这一番操作直接惊得瞪大了双眼，这家伙竟然只用2根手指就将金币给折成了2半。嘘，这都是小儿科，在下还会一些简单的魔法。说罢，双手燃起一团带着神秘符号的火焰。只见两女窃窃私语道：“这人要是好好培养，兴许能成为公会的重要人物。”黄发女更是表示，这人长得挺帅，竟要财色兼收。只见车程宇看着两人冷冷一笑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这时有人进来匆匆汇报，外面来了很多幽冥怪，正在疯狂地破坏村庄。闻言，金发女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坏了老娘的好事！50层以上玩家全部集合。”很快，众人便找到了此起事件的源头。正是露出一脸无辜表情的卡尔大叔。这家伙摧毁了那么多村庄，但看起来表情咋那么尴尬？该死的车程宇，看来我初代死灵法师的威名非要毁在他的手里不可。与此同时，车程宇正在公会内疯狂的屠戮，告诉我其余公会的名单和具体所在的位置，我需要这些信息去亲手灭了他们。但这人有些不识相，你竟敢公然挑战9星中的2位，你是不想活着走出这座塔吗？不劳你操心了，现在还是先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危吧。说罢，掐着喉咙的双手更使劲了。这人随即伸了伸手，就在那边的桌子上。谢了，不过只有死人能保守秘密。随即拿起桌上的纸张，这公会内的名单竟还有金富商会、凯恩、凯尔曼，你们就等着迎接我的复仇吧！我会一步一步毁掉你们赖以生存的基石。那么，就先让眼前这个公会彻底消失吧。画面一转，金副会长正在翻阅着桌上的文件，怎么不写在报告书里，还特意写了封信。可当他打开信的同时，瞳孔也不由自主地放大起来。鬼面，这家伙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？与此同时，白光公会会长贝克觉察到这次事件可能是车程宇搞的鬼，于是询问接待他的2女此人的样貌特征：鼻子又高又翘是个帅哥，鼻子又圆又短奇丑无比。这时众人才反应过来，他们被车程宇使用了幻觉魔法。正当车程宇表示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脑子里之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哐哐哐的叩门声。卡尔暗叫不好，难道是被他们给发现了？随即车程宇表示他数3个数开门，卡尔负责抓人。只见车程宇静静地走到门前，3、2，卡尔也毫不召唤出灵魂锁链，便朝着门外之人抓去。只听灵魂锁链唰啦一声就将来人捆了个结实。这才发现这人竟是金富商会那个接待员，原来是通知车程宇金富老板在10层等他。可谁知打开门却看见一排排穿着铠甲的骑士。车程宇疑惑道：难道这些骑士是来迎接我吗？这时金富老板缓缓走了出来，没想到你竟真的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，因为没有人能活着知道那个秘密。可车程宇只是淡淡一笑：好久不见了，我的老朋友金富。随即金富向骑士吩咐道：带他过来，注意别弄死。这时车程宇已做战斗姿态，这是要跟我来一局吗？金富话音刚落，众骑士的攻击已经朝着车程宇袭来，但他们怎么可能是车程宇的队伍？眨眼之间，这时骑士就纷纷下一个对手该你了，金富。眼看着车程宇的攻击就要到来，只见金富双手一摊，无数的金币在他周身炸裂。见此情形，车程宇的瞳孔瞬间放大，这难道是金力？金力是以消耗黄金结合魔力一起运用的技能，但车程宇此刻却丝毫不慌，一个飞身就朝着金富攻去。难道你就这点实力吗，金富？当然不止，鬼面先生，请你给看好了。突然，地面伸出无数条金刺，就朝着车程宇身上刺去。只要被这些金刺击中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这时，金富左手向空中一指，该结束了。可谁知下一秒，一道寒芒闪过。话可别说得太早，你有些自信过头了，金富。金富轻轻地压住了枪尖，只要我想的话，你随时会死。车程宇随即淡淡地表示，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之前，我还不会死，因为你想知道信上内容的来源。金富随后将车程宇带进一座密室之中，在关门的瞬间便用精力构造。无论是神还是恶魔都无法闯入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
到底是谁告诉你拍卖场的老板是我的？原来拍卖场是塔内最大的交易系统，但拍卖场并不是神塔本身的产物，而是人为创造出来的。而创造拍卖场那个人就是我，金富。如果这个秘密暴露的话，金富商会的根基就会崩塌。车成宇只是轻轻一笑，你上当了，根本就没有那个人，不说是吧？等你断了一条腿和胳膊的时候，到时候看你这小子还会不会嘴硬。眼看精力形成的巨斧朝着车成宇劈下之时，一道紫色的死灵之气挡住了巨斧的攻击。见状，金富瞬间瞪大了眼睛，这画面怎么这么熟悉？原来是车成宇将卡尔给召唤了出来。只有死灵君王才能召唤死灵，你到底是谁？只见车成宇缓缓地摘下面具，难道你现在才认出我吗？金富随即咧开那张标志性的大嘴，穷鬼威廉，你该还钱了。金富的表情瞬间凝固，车成宇，你竟然还活着。随即车成宇向他讲述了自己这10年来的遭遇，那就是说，你借着巴尔的秘术重新复活了。一旁的卡尔也不敢相信这小子竟然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，但金富仍旧不敢相信他是真正的车成宇。现在你必须先告诉我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让你和我签订赞助商契约而已。你这要求提的好像这个商会是你的一样，怎么不是呢？以前你只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小商人，是谁一次次将塔内高层的战利品搬来给你的呢？是我车成宇，所以我也算是商会最大的股东。金富闻言表示，这脸皮厚的真有些像车成宇那个无赖呢。就算你真的是车成宇，也是需要付出报酬的。那么和你签订契约的话，我能够得到些什么呢？你将会得到集合我所有已知情报所推算出来的结论，如何？听起来还可以，那就得看看它具体值多少价值了。九星本是可以让整个神塔为之一颤的力量，他们自视清高且轻易不会臣服于他人。男人曾也是9星之一，且实力凌驾于其他8星之上，仅凭一己之力便成为登顶神塔600层的第一人，但却不知是何原因被其他8星联手将其斩杀。原来其8星背后还有更加恐怖的势力，而能够指挥得动其他8星这帮人的神塔之内也就只有4个势力可以做到。金富惊得张大了嘴巴，难道是传说中的4大皇族？车成宇解释道，4大皇族要守护自己种族的优越感，如果塔内有别的种族超越他们，就会感到自己的优越感被践踏，因此他们必须要处理掉对他们种族势力有威胁的异族，而处理那些异类的人，就是9星这种中高层的领导人。金富疑惑地表示，这只是你自己的推论，但没有证据。车成宇咧嘴一笑，你知道100层的鬼怪村吗？他们和我一样也被清理了，而我认识鬼怪一族的唯一幸存者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金富，如此混乱恐怖的时刻，鬼怪一族竟然让一个小孩子带着一把剑活了下来。这时金富才恍然大悟，所以说屠杀鬼怪村竟是为了那个孩子还有那把血刃，为了杀掉这个小鬼怪而屠戮了整个鬼怪村，而这个幸存的小鬼怪就和我一样，未来会对4大皇族的势力造成威胁，而我的目标就是杀了9星那帮家伙。如果背后真是4大皇族，我也会亲手灭掉杀害你父母的4大皇族。原来金富在小时候父母及其族人也是被4大皇族所杀，那现在你觉得这个情报值不值得和我签订契约？值得。车成宇笑着表示，真是个聪明的选择。紧接着金富突然睁大了眼睛说道，但你需要给我证明你是车成宇，现在立刻马上。车成宇叹了口气，说了这么多你还要我证明吗？不错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，因此你必须证明。车成宇无奈只能让巴尔出来证明一下他的身份，但巴尔表示先要和他握手再说，而且证明身份这么重要的事情至少要我3次。车成宇一脸嫌弃地伸出右手，3次可以了吧？巴尔这时以万恶之巅的名义起誓这人就是车成宇无疑。金富这时笑着说道，鬼面先生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我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，金富先生。总有一天我们都会以自己的真实身份来介绍自己的。现在我就要给身为赞助商的金富先生发出我的第一个请求，我需要塔内市面上所有种类的武器，越多越好。金富一脸疑惑地问道，你需要这么多武器，难道是要炸了10层吗？车成宇大嘴一咧，露出一口大白牙，你听说过全能大师吗？金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车成宇的个人信息栏，原来全能大师竟然是一种职业，字面意思就是18般兵器我样样精通，哪怕是第一次接触的武器我也会用得得心应手。这时金富心里嘀咕道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车成宇这家伙会更比以前强大好几倍。虽然他现在的状态是有点弱，但假以时日必将凌驾于神塔之巅。因此金富现在要做的就是尽最大的能力激发这家伙的潜能，随后安排帕菲买下神塔10层内的所有武器，还有买的时候分批以其他商会的名义去买。画面一转，尤苏此时正在试图单挑10层 BOSS， 无奈实力有限，屡次被 BOSS 打回9层。为了能见到哥哥，尤苏发誓要让自己变得强大。这时血刃的剑灵突然出现，为什么不直接动用我的力量呢？那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将那半兽人 BOSS 直接秒了。不需要，分别时我已经与哥哥约定好了，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。画面一转，帕菲拿出一件衣服，并表示到所需要的东西都在衣服里。车成宇一脸懵逼地看向金富，怎么回事？金富一脸坏笑地说道，这叫次元空间外套，衣服里衬连接着次元空间，如果只储存物品的话，容量可以抵一般的大型仓库，并且可以按照玩家的喜好改变温度、颜色、大小。这东西在神塔内可是稀罕货，你小心点用，该心疼的人是你，以后我所有的开销可都是要你来买单的。这时生态带着2名小弟也来到了神塔10层，终于抵达神塔10层了。这里是白光吞噬工会的地盘，还有那个叫鬼面的家伙竟敢威胁我，如果让我在这遇见你的话，必定让你生不如死。
可等他们三人来到工会门前，却瞪大了眼睛。白光工会的建筑怎么被烧成了一片废墟？工会的其他人也都全部去了30层。正当三人商量着今后作何打算之时，不知何时从巷子里出现了一只白色的小狐狸。只见这小狐狸屁颠屁颠、摇头晃脑地走了过来。此时正是生态恼怒之时，飞起一脚就将小狐狸踢飞了出去。你这不长眼的东西，看不出老子这会很烦吗？就在这时，生态的腿好似被青金巨石砸断了一般，顿时疼得冷汗直流，哇哇大叫。该死的是谁偷袭？紧接着黑暗的巷子里突然出现了一道黑影。够了，我是你刚才踩踏的那只狐狸，未来的主人就刚刚。车成宇准备去转职之塔获取灵力。卡尔疑惑，你现在不是已经是死灵君王了吗？车成宇解释自己的职业是通过前世的记忆棒获得的，所以目前身上根本没有通过修行获得的灵力。听闻此言，卡尔这才瞬间明白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九尾狐似乎在发出帮助请求，他意识到自己的孩子陷入了危机，这才有了刚才那一幕，并且触发了中力神九尾狐求助的任务。这可是天上掉馅饼，不要白不要。此时的生态咬牙切齿地看着他，又是你鬼面！车成宇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这家伙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呢？生态顿时怒道：“你这是在挑衅我吗？兄弟们给我上！”眼看两人的武器就要劈在车成宇头上，下一秒却发现一人一狐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们知道这小家伙的来头吗？说不定他能让你的人生逆袭，但是可惜了。可此时的生态哪能听得进去，一心想着要怎么报复车成宇。这时向九尾狐询问到那几个人要怎么处理，九尾狐表示希望立刻马上杀了他。突然，这不知死活的生态竟然拍小弟冲了过来。车成宇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，找死！只听咻咻两声，生态的断脚竟然飞了回来。鬼面这家伙竟然用我的断脚攻击我，但下一秒想后悔却为时已晚。只听砰的一声，车成宇身后的三人已被尸体炸弹炸得血肉横飞。事件告一段落，看着怀里的小狐狸，寻思着给他起个什么名字。对了，给你起名叫尾狐吧。卡尔捋着胡须表示满意，一旁的九尾狐则不停地点了点头。系统提示成功救出九尾狐之子尾狐。下一秒，尾狐的脑瓜子嗡嗡直响，一旁的车成宇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这时竟然是一张狐狸面具，佩戴时可拥有狐狸的能力，主人能力越强则面具的能力也越强，和鬼怪面具差不多。但据他的猜测，这狐狸面具的能力应该是魅惑之力，远距离攻击的话没有比这个技能更好用的了。紧接着系统提示，给尾狐喂食999个新鲜生肝，提升亲密度。999个生肝，看来只能车成宇亲自去动手了。亲密度提升的话，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吧。我很期待呢。九尾狐。此时卡尔表示自己要出去散个步，有什么事通知他即可。车成宇提示到天亮后就去转职之塔，如果不能及时回来就直接过去。出来后卡尔才发现，现在的神塔与之前相比完全是天差之别。突然脑袋嗡的一声，这种感觉好熟悉，难道是？随即朝着感应传来的方向望去，从头上的那对角和暴虐的魔力来看，果然是传说中4大皇族之一龙族。只听这龙人口中不停地重复着，真想把这些龙族全部都给灭掉。听闻此言，卡尔心里瞬间一惊，龙族对于族群的爱那可是近乎变态，在4大皇族中也是自尊心极强的一类。如果让同类听到他这样的言论，估计是不会留下活口的。该死！如果真这样的话，龙族将会把10层给彻底掀翻。这时人群中小声道，这龙族战那已经好几天，每天都重复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。此时卡尔也是一脸疑惑，这么多天龙族都没对这家伙采取措施，总感觉是哪里不对。下一秒，这龙人突然转身看向卡尔的方向，卡尔顿感不好，糟了，这是感受到我身上的魔力了吗？只见龙族这人突然说道，原来是你这个到处溜达的小鬼，见叫他小鬼。卡尔瞬间就不淡定了，立刻给怼了回去，你这龙族的小鬼，看你都没认出我来，那就说明你的实力也就不过如此。听闻此言，龙族这人瞬间暴怒，你竟敢叫我龙族，找死！说罢就朝着卡尔身上劈去，可被卡尔躲开。卡尔暗叫不好，距离车成宇距离太远，因此魔力和灵魂都受到了束缚。只见那龙人叫嚣道，小鬼别躲，快出来和大爷我正面对决。这时一旁的吃瓜群众说道，这人头上有角，没错是龙族。谁知下一秒这龙人就改变了方向追杀了过来，说谁是龙族呢？你们全家才是龙族。这时卡尔才发现，虽然这家伙长得是龙族没错，但似乎对这个称呼的反应也太敏感了。于是猜想着是不是有另一种可能，难道是肉体和灵魂分别是2个人？于是立即联想到车成宇这小子，但真的会有这种可能存在吗？呵呵，这可真引起了我这个研究生的好奇心呢，我倒要亲眼看看你这具龙族的躯体里究竟是装着谁的灵魂。说罢一把灵魂激光就朝着龙人身上射了过去。不错呀，小鬼竟然会用灵魂当武器。卡尔随即说道，用灵魂当魔力使用的魔法叫做灵力，这是连那个臭小子都还没学会的技能。老夫我可是最优秀的魔灵法师卡尔大人，你会后悔今天遇到我的。嘿嘿，你这小鬼这就开始做自我介绍了，很好很好，那你就先试试看能不能接得住这一刀了。在下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屠龙者亨德里克，也就是即将杀了你的人。屠龙者，卡尔这老小子这次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。屠龙者，顾名思义因屠龙而得名，这家伙可是攀登过8000层神塔的家伙。如果真是屠龙者灵魂的话，这下子可真是完犊子了。此时的卡尔终于意识到今天可能捅了马蜂窝，如果这家伙真是登上8000层的屠龙者灵魂的话，就算车成宇来了可能也应付不来。小鬼，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说着长刀就朝着卡尔劈去。既然这样，
那今天就只能放手一搏了。卡尔大吼一声，灵魂束缚。话音刚落，只见无数条灵魂触手从地底深处将龙人缠住，紧接着一团巨大的圆形灵魂体就朝他头上砸来。龙人见状顿感不妙，得尽快解除这灵魂触手。只听唰的一声，数只灵魂触手竟被龙人一刀尽数斩断。小鬼，你的实力也不过如此吗？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。下一秒，只听卡尔大吼一声，灵魂结合，一只由灵魂体化成的巨手便凝结而成。原来是卡尔为了激发魔灵法师的最大潜能，竟不惜将全身灵力与灵魂相结合，这样可以发挥魔灵法师的最大威力。龙人瞬间惊呼：你这小鬼真是连命都不要了，竟不惜动用禁忌技能。可卡尔已管不了那么多，灵魂巨手砰的一声就朝着龙人拍去。只听轰隆一声，整个地面溅起100米高的烟尘。那家伙这回应该是暂时动不了了，身上储存的灵魂和灵力已全部用光，再撑下去的话必败无疑。36计走为上策，于是卡尔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。只是眨眼的功夫，灵魂巨手竟被一刀斩开。真小看了这小鬼，没想到这家伙手段还挺多。刚才说他叫什么来着？对了，叫卡尔。很好很好，小鬼，你成功地勾起了我的兴趣。我屠龙者亨德里克今天在此发誓，下次我必会将你碎尸万段。与此同时，车程宇来到了转职之塔门前。卡尔这老小子怎么还不回来？也不回应我的感应。先不管了，转职完了再说。随即一把推开魔法师转职之塔的大门。欢迎光临，我是转职之塔的管理者，叫我肯就行了。车程宇表示想要借用一下这里的灵魂之屋，这个当然可以，只不过你先要证明一下您是魔法师，因此需要用魔力将这个水晶球填满就可以了。车程宇没有说话，将手轻轻地放在水晶球之上。下一秒，一股磅礴的魔力疯狂地向水晶球涌入，肯瞬间被惊得冷汗直流。这不可能，10层的灯塔者怎么会拥有如此强大的魔力？随着魔力不断的疯狂涌入，测试水晶球竟咔嚓一声产生了裂纹。下一秒，水晶球竟砰的一声爆裂开来，直接将肯震得倒在一旁。此时的肯已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。别愣着了，请尽快带我进灵魂之屋。随后肯带他来到了一个神秘的通道内。这家伙到底是谁？竟压得我这个100层的灯塔者直接喘不过气。随着木门嘎吱一声，终于来到灵魂之屋。看着屋内琳琅满目的书籍和各种事迹，这里简直就是魔法师的天堂。这时肯走了出去，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叫我。正当车程宇准备开始之时，突然感应到卡尔的到来。此时明显感觉卡尔的精神萎靡不振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于是车程宇连忙问道：你怎么现在才来？卡尔表示只是由于晨练太过投入，因此才姗姗来迟。车程宇也不过多追究，缓缓地摘下面具说道：我也要学习和你一样使用灵力了。我的魔灵战士们都出来吧。只见魔灵战士缓缓将蜡烛点燃，剩下几名将各种书籍拿出摆放在车程宇周围。准备妥当之后，车程宇盘膝而坐，开始修行灵力。所谓灵力，是灵魂系法师的必修，能够将灵魂像魔法一样运用。然而觉醒灵力最快的方法，就是先让自己死去，成为灵魂体。看着车程宇面目狰狞的样子，小尾狐在一旁咿咿呀呀的叫个不停。卡尔上前将尾狐轻轻抱在怀里，别担心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看样子应该是已经进入灵魂世界了。突然，一股不安的意识传进了卡尔大脑，这具身体可真是太完美了，我终于可以复活了。原来不知何时灵魂之屋的恶灵窜了出来，争先恐后的想要夺舍车程宇的身体。卡尔发现后立即下令，魔灵战士们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主人不被任何恶灵侵蚀。魔灵战士在卡尔的带领下也毫不含糊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，任凭恶灵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。卡尔靠着仅存的灵力不断对恶灵进行轰击。管理员肯闻声进来一看，卧槽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怎么乱成一团了？面对他的疑惑，卡尔直接无视。别特喵的愣着了，赶紧过来搭把手吧。此时的小尾狐已被吓得躲在一旁瑟瑟发抖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恶灵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偷偷绕到车程宇身后。结，这具完美的身体以后就是我了。待卡尔两人发现之时，已经是无力回天了，眼睁睁地看着恶灵就要占据车程宇的身体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尾狐突然腾的一声高高跃起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尾狐挡在了恶灵与车程宇中间。只见他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，突然身体散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芒。这一幕直接将卡尔惊得张大了嘴巴。这小家伙身上的到底是什么光？就连一旁的恶灵也被惊得一脸懵逼。可还没反应过来，恶灵的眼神开始变得空洞。嘿嘿，这小家伙也太可爱了吧！看他那双迷人的大眼睛，小巧玲珑的小尾巴。可话音刚落，数十只恶灵犹如喝大了一样纷纷坠落在地，卡尔也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就连一旁的魔灵战士也眼泛桃花，娇羞可人。但姜还是老的辣，卡尔瞬间清醒了过来，喂，快醒醒！这小狐狸的魅惑之术不仅可以操控人类的欲望，甚至连灵魂之体也可以控制，不愧是神兽的血脉。这时突然一道阴森的声音响起，真是吵死了！是谁惊扰了本座的美梦？真是一具新鲜的肉体！卡尔顿时大叫不好。暗影骷髅王，这家伙以前可是个很厉害的灯塔者，坚决不能让这家伙占据车程宇的肉身，必须得想办法阻止这家伙。可还没走几步，便一头栽倒在地。该死，这魅惑效果竟然还没散去，根本使不上劲。随即大声喊道：小尾狐，你一定要阻止那家伙！真是一具完美的肉体，
你这个毛团子，快给老子滚开！说罢，骷髅巨爪就朝着小尾狐身上抓去。小尾狐不退反进，誓死也要守护他的主人。眨眼间便扑到了暗影骷髅王身前。骷髅王见状疑惑道：“这什么鬼？小家伙不知死活，竟还敢送上门来！”可小尾狐这时已管不了那么多，对着骷髅王就嗷呜嗷呜的叫了起来。骷髅王瞬间被这一幕惊得张大了嘴巴，这是神兽的气息。可下一秒，小尾狐周身的金光散去，仅吐出一个小巧可爱的粉红色桃心。卡尔顿感不好。这小家伙第一次释放魅惑技能，应该是已经到了极限了。你这小二尾真是个大补的东西，可惜你太弱小了。说罢便举起魂刃，便朝着小尾狐劈了下来。此时的小尾狐已经浑身无力的瘫软在地，等待着死神的降临。突然，一道有死灵之气化成的光柱射向骷髅王。谢谢你，小尾狐。原来是车成宇苏醒了过来。你这个大绿棒，请接受你的惩罚吧，死灵之地的冤魂们！我以死灵君主的名义命令你们，将眼前的大绿棒子彻底毁灭吧！这时暗影骷髅王还在逞强，你这家伙竟敢！可话还没说完，便发现胸前已被贯穿了一个大洞。大绿棒子，你还有什么遗言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就该结束了。只见车成宇伸出双手，大吼一声“魔灵之怒”，只听砰砰几声，暗影骷髅王身体瞬间被射穿数个大洞。这招可真漂亮，是将死气聚集，然后瞬间再射出去吗？拍得不错，怎么样，力量还可以吧？这时帕菲突然到来，并表示有重要的东西送来，这是您需要的药效逐渐增强的毒药，还有火气十足的火石和寒气十足的寒石，还有我身边这具木偶也一并相送。车成宇顿时一脸懵逼，这木偶不是你自己要用的吗？因为我要去做一件事，这木偶是我个人私下送给您的，可以帮您做很多事情。车成宇疑惑地问道：“你要去做什么？”我认为是时候增强一下自己的实力了。我的目标是成为塔内最顶尖的商人，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仅凭100层灯塔者的实力是无法被称为最佳商人的。有您和我们金富老板合作的话，终有一天您必定会成为塔内俯视众人的存在，所以才会下定决心做出这个决定。闻言，车成宇大笑了起来，真是个不错的想法，而且和你们的老板金富当时有的一拼。等实力允许，我便会告诉你我和金富的计划。闻言，帕菲绅士的鞠了一躬，定不负所望。送走帕菲后，车成宇便将箱子打开，脸上随即露出一丝邪笑。卡尔见状惊得冷汗直流，你难道是要把这些全吃了？车成宇拿起极寒之石，难道还需要其他的理由？我的天赋会将吞下的物品全部变成力量抗性或者其他。卡尔，难道你不好奇吗？男人看着瓶中连死神闻了都会暴毙的小药瓶，即便他有着吞噬万物获得抗性的能力，喝下去也会承受万影噬心之痛。可即便这样，男人也要毫不犹豫地将其一饮而尽，只为亲自手刃9星死敌之一毒人。九尾狐甚至不想让小尾狐看到这恐怖的一幕，只因画面太过于暴力和血腥。这时车成宇猛然呼出一口浊气，在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之痛后获得各种抗性。这时灵魂之屋管理者睁开了眼睛，随即问到：“那个灯塔者和那只小狐狸呢？”卡尔见状表示大家都没有事，可当管理者回头一看，瞬间就被惊得大叫了起来。原来是车成宇抓来的兽人哥布林已堆成了尸山。这时外面的魔魂战士回来汇报，周围的兽人哥布林已经全被抓了回来，那就先让小尾狐吃点东西，顺便把任务做了。卡尔建议是不是该给这家伙的食物调下味道。小尾狐闻言一脸呆萌地朝着尸山走去，可下一秒，这只呆萌的小尾狐却露出凶猛的獠牙，对着一旁的兽人哥布林尸体就啃了起来，看得两人纷纷表示这小家伙也太凶残了。酒足饭饱的小尾狐露出一副很满意的表情。这时车成宇突然看着卡尔，你这老小子昨晚是不是干架去了？卡尔疑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昨晚你的魔力忽高忽低，你不会是和4大皇族的人见面了吧？卡尔解释道，是和一个龙族的人打了一架，那个人实力是真的强，万幸的是靠着灵力锁链才勉强逃了回来。听到这里，车成宇身上的魔气一瞬间喷涌而出，难道4大皇族已经知道我的消息并来到这？卡尔暗道不好，冷静一些，不要在大街上随便释放你的魔气。只听噗呲一声，车成宇突然吐出一口鲜血，不碍事，应该是吞噬技能的后遗症。卡尔看了他一眼，随即继续说道，那家伙可不是一般的龙族。随即将事件经过完完整整的叙述了一遍。车成宇表示屠龙者亨德里克这个名字以前听过，可这件事情也太过荒谬了。紧接着不由得一惊，肉体和灵魂分开，但回头又想了想，自己和这家伙何尝不是一样？这家伙以前可是神塔战力顶尖的存在，传言这家伙先是解决掉一头幼龙，并残忍地将追杀自己的龙族之人挨个杀掉，一个专门屠龙的怪物，也因此被人们称之为屠龙者。可听说他在神塔800层之时就去世了，也有可能这是4大皇族制造的一个陷阱。既然有共同的敌人，看来是时候见见这个叫亨德里克的家伙。话音刚落，便又重重地咳了几声。卡尔关切地表示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车成宇表示虽然他的天赋是吞噬，但缺点就是必须要吞进肚子里，毒药火势和寒食引起的内伤可不简单，最好的办法便是去拿到神力来净化。就在这时，肩上的小尾狐突然朝着前面嘶嘶叫了起来，卡尔顿时无语，这小尾狐的技能怎么又突然发动？车成宇随即顺着小尾狐的声音斜着身体向前看去，看到眼前的瞬间一惊，眼前的这些人看起来很奇怪，一个个如行尸走肉般的向着两人靠拢过来，但这些人似乎并没有意识，而且对小尾狐的技能没有任何反应。可下一秒，一阵哐哐哐的高跟鞋声从远处传来，两人约而同的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人群不由自主的向两边挪动，自动露出一条1米多宽的路。一个头顶光环的女人缓缓的朝着两人走了过来。好久不见了，鬼面先生，见到你很高兴。车成宇心里瞬间不由得一惊，天族随即拿起武器摆出一副战斗架势，
可我见到你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只听嗖的一声，女人已经来到身前，抓住他的剑柄。请不要冲动，免得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。车成宇心里顿时震惊，这速度好快，甚至都没反应过来。我重新打个招呼吧。你好啊，鬼面先生。面对天族小姐姐，车成宇竟是毫无反抗之力。下一秒，小姐姐却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，嘴巴内已完全坏掉了呢，体内各器官损伤的也很严重。车成宇紧张地问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小姐姐并没有说话。下一秒，头上的光环突然亮了起来，紧接着将金光汇聚于手掌之中，进入车成宇的体内。见状，车成宇顿时惊呼：“你这是？”可待金光散去，这才发现体内的损伤竟全部恢复。卡尔紧张上前询问有没有受伤，女人则是缓缓将右手收起。这就是我们天族的力量，神之力。这回你应该知道我来此并无恶意了吧？介绍一下，我叫尤里尔，隶属于无意的天族。这时街道上的大钟也随即响起，众人才从无意识的形态中苏醒。紧接着，车成宇跟随小姐姐来到一个酒店，随即轻轻地关上房门。说吧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尤里尔表示，只不过是清除了他们一部分记忆而已，这也是为了保护这里的居民。如果知道天族都来到10层的话，事情会变得很麻烦。果然是神秘的天族，竟还想到了保护这里的居民，看起来挺厉害的嘛。那为什么对我却不起作用了？尤里尔看着一旁的小尾狐，缓缓说道：“像鬼面大人这样强大的存在是不会受影响的，还有这种可爱的小神兽。”随即眼神突然变得凌厉，以及这位一直虎视眈眈盯着我的幽灵朋友。卡尔顿时怒道：“所以你找我们到底有什么目的？”只见尤里尔缓缓地说道：“那个拥有奇异力量并戴着神秘面具的人，正在谋划一场逆天的计划，但是和身边的那些小跟班们对于我们天族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我来拜访您的原因，则是因为我族里的一个预言。”车成宇随即才反应过来，你说的那个戴着奇怪面具还谋图逆天的家伙，应该说的是我吧？还有你们这个名为无意天族的团体到底是什么鬼？闻言，尤里尔缓缓地脱掉上衣。车成宇见状心里一惊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话音刚落，便发现象征天族荣誉的翅膀却已经折断。尤里尔紧接着说道：“现在的天族社会正在逐渐走向疯狂，凡是和他们哪怕有一丝不同想法的同族，就会被视为异类，将其无情驱逐，并且会受到一种撕掉象征种族翅膀的刑罚。而我就是那种被驱逐的异类，像我这样的天族就会被称之为无异，便是被天族城市乌托邦的那些人所驱逐。按照天族里的古老预言来看，您将会成为未来推翻4大皇族统治的逆天势力之一，我们无意愿为您助上一臂之力。”闻言，车成宇只是回头看了一眼，看来这女人说的好像并不假。卡尔则紧张地询问道：“怎么办？”车成宇表示那就暂且先答应他吧。随即话锋一转：“那你们无意能给我带来些什么好处？”尤里尔缓缓地闭上眼睛，目前没有。车成宇一脸不可置信地睁大了眼睛，但尤里尔却紧接着说道：“无意所拥有的力量本身就很强，但也因为如此，乌托邦一方面视我们为敌人，一方面又非常感激我们，只因面对敌人，我们仍然是同仇敌忾。”闻言，车成宇表示这也太鸡肋了一些，不合作的话觉得很可惜，毕竟是来自天族的力量，可接受的话这个代价又太大了。随即话锋一转，接受的话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当我需要借助你们的力量时，必须无条件答应。我以无意天族的名义起誓，这个条件我们同意。那很好，从现在起我们就属于同盟关系了。见状，尤里尔朝车成宇鞠了一躬，谢谢您鬼面先生。既然如此，那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我的真实身份了。紧接着询问尤里尔能不能屏蔽神与恶魔的监视。当然可以。说罢，尤里尔扯下身上的一根羽毛，紧接着轻轻地对其吹了一口气。下一秒，整个房间内都散发着无比圣洁的神之力，这竟然和金父使用过的金之力技能差不多。你确定那些家伙们真的听不到我们之间的谈话，对吗？尤里尔给予了肯定的回答。闻言，只见成宇缓缓地摘下面具，你们这些自称神魔的偷窥狂，老子今天终于可以摆脱你们了。闻言，尤里尔瞬间一脸懵逼，您难道让我缔造这个空间只是骂这些神魔几句？当然不是，既然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那也该让你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。我叫车成宇，那个10年前9星之一的王星车成宇。话音刚落，尤里尔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们天族的错。闻言，车成宇心里瞬间一惊，等等，难道你知道我就是10年前死去的车成宇？此时的尤里尔早已泪流满面。10年前4大皇族在讨论刺杀您的计划时，我也在场，而我们天族也是帮凶之一。车成宇闻听此言，脸上毫无表情，只是闭起眼睛默默的沉思，忽然重重的向前迈出一脚，下一秒浑身的魔灵之气突然爆发，下次开口前慎重思考后说出来会比较好。闻言，尤里尔紧接着说道：“您知道爬完999层神塔之后会发生什么吗？会和神塔的管理者一样，无时无刻不在偷窥着你的隐私。4大皇族独占了那至高无上的位置，藐视着芸芸众生，无时无刻不沉浸在自身种族的优越感之中，而且还将除了他们种族以外，所有试图征服那座神塔的人，全部将其踩在脚下，并且铲除。”听到这里，车成宇顿时冷汗直流。你指的是一个不留计划？原来您已经知道这个计划了，原本只是猜想而已，但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。包括你这个主谋者正在我面前提及这件事，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的吗？想到眼前的女人正是杀死自己的主谋之一，车成宇顿时控制不住自己。尤里尔，我要取下你的人头，然后送回你们无意一族。这时尤里尔却缓缓起身，浑身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，随即缓缓地开口说道：“但我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变成了无意。”闻言，车成宇已是满脸震惊，你说什么？只见尤里尔缓缓解释道：“只因10年前反对针对灯塔者的一个不留计划，因此才变成如今的无意，而那个灯塔者的名字就是您鬼面先生王星。”车成宇，
话刚说完，尤里尔便坐在那里低声哭泣了起来。此时的车成宇已满是悔恨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沉默片刻后，车成宇表示是自己误会了，对不起尤里尔，现在我也明白你们无意和天族的关系了，感谢您的理解，鬼面先生。可现在有一点我必须向您说明，其他4大皇族中应该也有和我们无意一样存在的人，如果您以后碰上他们的话，我希望您也能接纳他们，这点我答应。反正随时都会遇见各种奇怪的家伙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，其他4大皇族中也有被驱逐的人，而且数量也应该不少。如果遇见他们收留的话，在以后与4大皇族的战争中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随即话锋一转，想要再见你的话，应该去哪里找？尤里尔说道：“您来190层神塔的梦之城就可以了。”这点比车成宇想象中低得多。尤里尔表示道：“越往上，4大皇族的影响力则越大，而在往上的话，则是他的领地。”这时车成宇也反应了过来，我都把这家伙给忘了。尤里尔口中所谓的他便是五帝泰斯，200到300层都是被这家伙所掌控。比起4大皇族，死在这家伙手里的可能性会更高。那个鬼面大人，哦不，车成宇大人，我现在能否先穿回自己的衣服？闻言，车成宇心想，这好歹是天使呀，不能让他就这样白白走啊！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不能给我留下一些东西再走？尤里尔随即表示，你也看见了，除了我本人以外，身上没有任何东西。闻言，车成宇随即一笑，其他的不要，有你这具身体就足够了。见状，尤里尔立刻将衣服挡在身前，没想到您竟然是这种人。说罢，一脸怒气地瞪着他。车成宇尴尬地表示，我只是想要你的身体，不是想要你，不是想要你身上翅膀的一些羽毛而已。闻言，尤里尔轻轻地吐了一口气，原来要这个呀，吓死我了。随即将手伸向后背，羽毛没了还可以再长出来的。看着满满一手的天族羽毛，尤里尔提醒道，这些羽毛可不能随便弄丢，天族有着可以追踪羽毛主人的能力。可车成宇接下来的回答着实让尤里尔一惊，不用担心，反正我会将这些羽毛全部吃掉。你这家伙果然是那种人。随即紧紧地护住自己胸口。经过车成宇一顿日眉弄眼的解释，暂且相信你，那就下次梦之城再见吧。放心，绝不会让你们无意一族失望的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，车成宇先生，不，还是暂且叫您鬼面先生。随即只听咻的一声，尤里尔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一片片羽毛的虚影。尤里尔刚走，一旁的小尾狐就发出呜呜的声音。这时卡尔上前询问，难道这回就要吃吗？车成宇看着手中的羽毛，当然，我早已等不及了。我很好奇是否能抵抗得住天族的神力，成功的话又会获得怎样的力量呢？随便你吧，只要你自己能受得了。说罢将手伸向小尾狐，你可千万别和那家伙一样到处乱捡东西吃。话音刚落，车成宇就将一根羽毛塞进自己嘴里，下一秒更是直接给咽了下去。可就在刚吞下去的一瞬间，车成宇便忍不住握着喉咙呲牙咧嘴的大叫了起来，哎呀，这是你自己要吃的，接下来发生什么我可不管。说罢便自顾自的和小尾狐开心的玩耍起来。来，小尾狐，叔叔带你坐飞机。压根不管一旁此时已如万蚁噬心般疼痛的车成宇。这时车成宇已被神力布满了全身，可下一秒他的意识却突然苏醒，随后便来到了一个荒芜的空间之中，紧接着用手撑地艰难的爬起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这里难道是内心世界？我怎么会来到这里？随后他才意识到是身体无法承受神力的力量，看来必须在这里与其分出个胜负才能出去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开始吧。只见他用手感应着这里的一切，下一秒紧接着回头望去，浮现在眼前的正是一座由神力构成的金色瀑布。这一片小小羽毛所形成的力量，此刻在他眼里犹如一座巨山。这金色瀑布毫无疑问便是他体内的神力。幸亏刚才和尤里尔没有打起来，否则这时恐怕自己已是一具尸体了。想到这，他猛地咽了口水。但如果打败他并吞下整个尸体的话，那岂不是……算了，还是别往下想了。真那样的话，估计自己会瞬间爆体而亡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猛然间发现，心里的想法竟然会倒映在这内心世界之中。神力汇成的液体犹如洪水一般，正在将他吞噬。看来必须要和这神力瀑布一决胜负，否则必被其吞噬。只见车成宇突然嘻嘻一笑，看来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。此时的卡尔也是很是疑惑，这小子的身体怎么突然抖动了起来？回头一看，却发现这小子身上此时正散发着一股恐怖的气息，看似凌厉，但觉得又不太像。想到这，卡尔突然才反应了过来，他难道是将自身灵魂作为凌厉的材料？可一旦失败的话，必将魂飞魄散。但随即又镇定了下来，抱着手中的小尾狐喃喃道：无论如何，此刻我们必须相信他，他的身体能动，说明他有着自己的打算。见状，小尾狐也不自觉地为其担忧了起来。成宇啊，你一定得坚持住，这一大家子还指望着你养活呢。我倒想看看，这次你这家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。估计卡尔此时看见他的行为，必定会笑晕过去。这家伙竟弄了根长长的吸管，将神力瀑布的液体吸入自己的身体之中。可吸了半天，才发现这办法根本行不通，水太多了，吸不完，根本吸不完。本以为靠灵力塑造出压制神力的形象，就能将瀑布内的液体全部吞噬，可现在看来自己还是想得过于简单了，必须得想办法解决目前的困境，否则会被神力彻底的压制住自己的灵魂，永世不能回到现实中去。既然这样不行，那就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创造出最合适的形象，将这浩瀚的神力瀑布彻底吞噬。只见他大手一挥，一头灵力化成的庞然大物突然出现。我倒要看看你这神力到底能汇聚出多少金色液体。原来他将灵力凝结成一只体型庞大的鲨鱼，如今西百川一般不断的将金色液体吞入自己的口中，而自己的喉咙也随着巨鲨不断吞咽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感受着神力带给自己的力量，现在才开始，后面才是重头戏。只见巨鲨怒吼一声，犹如一只神龙般朝着瀑布上方冲去，随即张开血盆大口，
金色液体直接流入巨鲸的口中，这可真是美味啊！我看你到底还有多少？这时车成宇的眼神已变得贪婪了起来。不够，这根本不够，还要，我还要！让神力来的再猛烈些吧。原本还担心自己可能吞噬不了这么多，此刻却只恨这金色液体太少。而此时车成宇的身体也是笑得咧开了嘴，一旁的巴尔也顿时露出他那恶魔般的微笑，并对此表现发出自己的掌声，为暴食之王的诞生而欢呼。车成宇这番行为让巴尔也想起了当初的自己，他本是一只贪欲性极的恶魔，整天沉溺于吞噬各种噩耗。不仅如此，他甚至还想吞掉世上所有的东西，是一只疯了的恶龙。而此时的车成宇与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已将人类的贪欲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贪婪的气息。随着巨鲸的不断吞噬，车成宇也慢慢清醒了过来。臭小子，你可算是醒过来了。一旁的小尾狐也是呲牙咧嘴的笑了起来。怎么样，吞噬成功了吗？失败的话可不要对外说是我初代死灵法师的徒弟。只见车成宇露出一副你猜的眼神，那可真是如你所愿。随即将右手缓缓伸出，手中顿时出现了一枚神力与灵力相融合的能量球。不仅如此，还在体内创造出了一个可以生成神力器官的种子。卡尔大人对此你可还满意？闻言，卡尔顿感震惊，这家伙区人类竟能将神力与灵力相融合，就算是神族估计也不可能做到。随即便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如果让四大皇族知道对你下达追杀令，到时候可就更好玩了。对此车成宇并不感到意外，自己的此番做法已冒犯到了四大皇族的威严，应该不只是下达追杀令这么简单。这时卡尔也意识到，融合神力对于死灵法师来说确实是个很伟大的成果，但此刻的车成宇还未有匹敌四大皇族的力量。过早的融合如果被四大皇族发现的话，那真有可能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。3天后，几人来到10层野外狩猎处，随着魔灵战士的一声怒吼，10层的哥布林野怪可遭了老罪了。剩下的哥布林首领也已是强弩之末，看着手下一个接一个的倒在脚下，却毫无办法。看来今天不是我死还是我死。随即拿起巨斧猛地劈下，下一秒就将魔灵战士劈成2半，随即对着天空大吼一声：“还有谁？”可下一秒，魔灵战士体内却泛出缕缕金光，哥布林首领顿感疑惑，这什么鬼？紧接着，一只金色手掌从尸体内伸出，一个浑身散发着神灵之力的法师出现。车成宇表示道：“这是我的新杰作，暂且叫他神灵法师。”卡尔微微笑了笑：“不错，不如此，还有专门的神灵治疗师，但可惜的是，神灵法师只能维持一小段时间，毕竟是神力，本身使用神力就否定了死灵法师的战斗机制，因此谨慎一点比较好。”战斗过后，小尾狐则是美美的饱餐一顿，看着他享受的样子，两人疑惑：哥布林生肝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看来明天就可以结束九尾狐发布的任务，而且还能将半兽人屠杀者称号升级。于是车成宇调出状态窗口，看着自己的各项属性，他十分满意。虽然目前的神力值只有区3点，但在遇见风险时应该可以用来应急。卡尔询问到：“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”车成宇表示是时候去见见屠龙者亨德里克了。随即两人便到了首次遇见他的那座城镇。卡尔提醒这家伙可是披着龙皮的屠龙者，你可得多加小心。闻言，车成宇疑惑道：“这家伙一直停留在10层，肯定是有什么原因？难道和尤里尔一样是在等待着什么人出现？”很快，两人便到了亨德里克出现的地方。车成宇抬手向前望去，此时的亨德里克正站在人群之中，和卡尔说的一样，果然是传说中的龙族。车成宇随即径直朝着人群中走去，可卡尔却伸手想要阻止：“要不然我就不去了，否则他还以为咱们是来找茬的。你这老小子是不是怕了？实在不行和他打一架不就行了？”闻言，卡尔一脸懵逼，想我堂堂初代死灵法师怎么会怕他这条小龙？我只是不想让他误会罢了。闻言，车成宇表示：“你这家伙肯定是怂了。”可卡尔仍旧嘴硬，口中不停的狡辩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的亨德里克却沉思了起来，随即紧闭双眼，回想着自己为何会在这里。只听一道威严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你就在10层等着那个人的出现吧，只有遇见他才能实现你此生的愿望。”与此同时，车成宇已经来到他的面前：“你就是那个屠龙者亨德里克吧？”“没错，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的到来。”还有身后那个幽灵小家伙。闻言，卡尔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，这可完犊子了，这家伙竟认出我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跟屁虫巴尔不合时宜的出现。为了不让这头恶龙得知几人的谈话，亨德里克带领两人走向了一座传送门。原来这里是隐藏在10层神塔内的一个次元空间，在这个空间内，任何神魔的监视都会失效。怪不得在这里他和巴尔的感应变得极其微弱。亨德里克也不再犹豫，那么我就直说了，我要将杀死我的那些龙族们屠戮的一个不剩。你做好和我一起战斗的准备了吗？闻言，车成宇只是轻轻的笑了起来。你还自诩屠龙者亨德里克，这个梦想未必也太寒酸了吧？闻言，亨德里克瞬间恼怒：“你小子说什么寒酸？”见情况不妙，卡尔立刻上前制止：“你说话可悠着点，那家伙可是规格之外的存在，要是真刺激到了咱们俩，可都得玩完。”可车成宇只是淡淡的说道：“你就在一旁安静的看着吧，我自有分寸。虽然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你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副样子。对于你寒酸的梦想而言，我要毁灭的可不仅仅是龙族。如果你仅仅是屠杀龙族这个愿望的话，你还不够资格让我和你联手。而我鬼灭是要将曾经杀死我的所有种族统统毁灭。”说罢指着亨德里克：“而你的这点愿望在我眼里简直是不值一提。再提醒你一遍，目前的你还不足以与我合作。”闻言，亨德里克彻底震惊：“难道你的目标是整个4大皇族？”“不错，我和你一样都是死而复生，想杀我的不只是一个势力，而是整个4大皇族。因此你能明白我话里的意思了吧？”闻言，亨德里克不禁大笑了起来。这一笑搞得卡尔心里难免有些发毛，难道这家伙是要发飙？但车成宇见状只是静静的看着他，
您的话我本人表示非常认可，在此我郑重的向您道歉。所以尤里尔描述的那个预言里的男人真的是你。闻言，车成宇不禁联想到，尤里尔应该和这家伙已经有过接触了。只听咔嚓一声，亨德里克的宝剑脱壳而出，是真是假也只有亲自验证了才知道。图谋逆天者，请报上你的大名来。闻言，车成宇缓缓地摘下面具。车成宇，王星车成宇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声咆哮打断了两人的对话。你这该死的小蜥蜴，你又偷偷的来到这里想做啥？闻言，车成宇一脸懵逼，难道这老爷子口中的小蜥蜴说的是你？此时，亨德里克脸上已冒出了冷汗。不错，他是很久之前就住在这里的铁匠，我的剑就是打他打造的。老爷子紧接着说道：既然已经拿了老夫的剑，就快给我滚！又跑回来干嘛？见到老爷子的正脸，车成宇顿感震惊，这好然就是鬼怪一族之人，不是都在那场大火之中死光了吗？怎么还有幸存者？正当车成宇疑惑不解之时，老爷子却看向众人说道：灵魂和灵物可真是奇怪的组合。还有那个黑乎乎咒我死的小家伙又是谁？你可真是一点都不尊重老人了。我就是鬼怪一族的幸存者之一，怎么你难道要赶尽杀绝不成？闻言，车成宇连忙解释道：老爷子您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您是怎么在那个惨剧中存活下来的。可老爷子并没有接话，竟直接抡起手中的铁锤。原来你就是那个烧了整个村庄的罪魁祸首，老夫这就要替族人们报仇。说罢就要砸爆车成宇的狗头，好在亨德里克当场就给拦了下来。见状，老爷子瞬间暴怒：你给我放开，老夫今天非砸死他为族人报仇不可。这时亨德里克立马解释道：请您冷静一点，估计您是误会他了。就在这时，卡尔却突然走了过来。老爷子您别急，您认识一位叫尤苏的小鬼怪吗？闻言，老爷子一脸疑惑：尤苏，你们认识他吗？这只丫头现在还活着吗？随后老爷子便回忆起了这场不堪的往事。那天村子里正在100层举办传统庆典的活动，随后就发生了那场奇怪的导致灭族的大火。听罢，亨德里克沉思道：怪不得这老爷子刚才那般暴躁，原来他还有这样不堪回首的往事。老爷子紧接着道：尤苏他现在在哪里？卡尔表示尤苏现在很安全，处理完9层的事就来10层找我们。老爷子随后看向车成宇胸前的鬼怪面具：你身上的那副面具应该是尤苏的吧？车成宇顿时脸上露出一抹微笑：这是他为了报答我而送给我的，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论单挑的话，他应该比我们在场所有人都要强。这时亨德里克突然询问道：他是我们未来路上的同伴吗？会不会和我们战斗到最后？这个当然，从他送给我面具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要和我们一起复仇了。这时老爷子突然一把抓起车成宇的右手：谢谢你了，小子，刚才是我误会你了。我叫原野是鬼怪村的铁匠，以后我会竭尽所能的来帮助你，务必请你和尤苏一起重建我们的村庄。闻言，车成宇一脸懵逼，老爷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可一旁的卡尔却很清楚，这个面具对于鬼怪一族来说，其中有着求婚的意义。随后，原野将所有武器一并交给他们带走。车成宇看着手中泛着紫光的长剑，这可比金父给的不知道高了几个级别。亨德里克淡淡道：原野可是鬼怪村里最厉害的铁匠。收拾完后，两人便准备向原野告别。可回头一看，这暴躁的老爷子不知何时已靠在墙角睡着。想起来也是，在得知还有生还者之后，一直紧绷着的神经也就随之放松了吧。自从村子发生那件之后，他就没睡过一个好觉。这样睡一觉也好，有机会的话得把尤苏带到老爷子这里才行。老爷子见到尤苏一定也会很高兴的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寒光逼着车成宇的脖颈就袭了过来，车成宇只是一个侧身便轻松给躲了过去。随后只听砰的一声，身后的墙面猛地炸裂开来，随即只是冷冷地看向一旁的偷袭者。还行，反应速度倒是挺快的。我前面已经说过，在决定和你合作之前，必须要得到我的认可。那就让我看看你究竟有没有那个让我为你马首是瞻的实力。见状，车成宇大嘴一咧：你可不要自作多情了，恰恰相反，倒是你该拿出你的实力来证明值得我和你合作了。随即两人相视一眼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亨德里克一个飞身便到了车成宇上方，车成宇则是从容以对。那就请拿出全部实力来证明自己吧。紧接着只听刷刷几声，手中的大刀就朝着车成宇身上劈砍而去，但每次也只是能斩杀几只魔灵战士而已。而车成宇也是借着召唤物与其周旋之际，瞬间便释放出无数把飞剑从空中袭来，但也是被亨德里克轻描淡写的挡飞了出去。可就在这时，车成宇突然从头上俯冲而下，见状，亨德里克脸上冷汗直流，这小子可真阴险。眼看车成宇的短刃就要刺来，但亨德里克却是动都没动，仅用一个原地瞬移便化解了这波攻势。但心里仍是吃了一惊，这家伙竟能利用全能大师的天赋创造新的剑术。但毕竟是登上过800层神塔的男人，突然猛地一把抓住车成宇的手臂，狠狠地将其给扔飞了出去，直到砸到一旁的墙上才勉强停了下来。见此情形，小尾狐不由得呜了起来。死灵君王虽说是个不错的职业，但攻击还是差了那么一些，并且技能还有一个致命的弊端，最多也就只能复活10层以内的怪物。可惜。可话音刚落，一道蓝色的灵魂锁链咔咔的响了起来。原来不知何时卡尔释放灵魂锁链将其牢牢捆住。那如果是初代死灵法师的话，可能不只是10层以内的怪物吧。紧接着突然出现了一把由神魔灵3力汇聚而成的巨大光剑，只见车成宇朝天大吼一声：冈格尼尔！那柄巨大的剑身上缠绕着噼里啪啦的黑色闪电，就连周围的时空都突然扭曲了起来。亨德里克见状暗叫不好，但被锁链捆住丝毫不能动弹。这是我迄今为止最强的法术，仅需1秒就能砍掉半兽人首领的头颅，不知你是否有把握能够接住？去吧，巨剑！只见巨剑咆哮着就朝着亨德里克头上刺来。卡尔见势不好，则立刻松手，任凭亨德里克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。就在这命悬一线之时，亨德里克紧紧地握紧了手中的长刀，
其刀身突然释放出一股妖异的红光，卡尔大叫不好，这股气息，难道这把剑就是？卡尔料想的不错，刀身上的妖异红光正是传说中的驱散之术。紧接着身上的灵魂锁链尽数被斩断，程宇快躲开，这家伙的剑很危险。这突然的一幕让车程宇愣在了当场，自己的最强一击竟这样被化解。随着亨德里克口中大喝一声破龙斩，只听咔嚓一声，神魔灵三力凝聚成的巨剑竟被劈成了两半。更恐怖的是，亨德里克的攻击瞬间变到了车程宇眼前，想躲已经来不及了。卡尔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股能量将其吞噬，口中则无助地呼喊着车程宇的名字。紧接着卡尔也是被猛地一击吐出一口陈年老酒，你应该是这家伙的最强战力吧？现在好了，看你们还能玩出什么花样，也已经没有任何可说的了，让这一切都结束吧。车程宇。可话音刚落，车程宇的身影却突然出现，恐怕得让你失望了。还剩下最强战力的车程宇在此，紧接着就将手中的双剑尽数射出。亨德里克则是一个闪身便躲过去，以这射术远比刚才的剑术还要烂。可不等他说完，身后的剑矢却突然停住，紧接着又调转方向来了个回马枪。他这才意识到这不是普通的剑矢，而是魔法剑。车程宇只是一脸得意地看着他。只听咻咻几声，3支魔法剑全部射中亨德里克的身体，顿时鲜血直流。这钻心的疼痛让亨德里克瞬间生疼，紧接着整个身体都颤抖了起来。看着他的身体从空中跌落，车程宇意识到现在必须要集中全力解决掉这家伙，随即缓缓地掏出鬼怪面具。尤苏，这次就看你了。说罢戴在脸上，虽然和尤苏在一起的时候会产生副作用，但这次一定会成功的。只听嗡嗡一声，车程宇猛地睁开那双隐藏在面具后面的眼睛，瞬间觉得连周围的空气流动都缓慢了起来。紧接着发射一道能量波朝着亨利里克爆射而来，而亨德里克则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随后双目变白，咬紧牙关，又是轻松地躲开了这一记龙卷风暴的强力轰击。见鬼！好不容易创造的时机居然被这家伙又躲开了。这时亨德里克高高跃起，没想到你竟会这么强，我承认我输了，但这也激起了我浓浓的战意。再来，再让我的热血沸腾起来吧！随即口中大喝冲龙闪，只见一头金色的巨龙突然出现，俯视着地下渺小的人类。这一招来得太突然了，根本看不到躲避路线。通过鬼怪面具已预知攻击路线，但以他目前的移动速度根本无法躲开这全力一击。如果被这一招击中的话，那就彻底完蛋了。看来只能尝试一下了。说罢从怀中掏出那面狐狸面具，见状小尾狐的耳朵也是瞬间竖起，看来也只能指望你了。也不知道这狐狸面具到底能带给他怎样的惊喜。两人打斗的声音吵醒了老爷子，老爷子顿时浑身颤抖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亨德里克又是你这只风蜥蜴！就在这时，小尾狐猛地高高跃起，老爷子想要阻拦却是无能为力。望着不远处爆发出的冲天能量，小尾狐嘴里呜呜了几声。此时亨德里克的攻击也是蓄势待发，快亮出你的底牌，否则就没有机会了。说罢便直接化为一道残影。车程宇发这家伙的速度快得根本看不见，下一秒一道黑影就朝着他爆射而来。车程宇顿时张大了眼睛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现场顿时火光冲天，建筑物也被这一击轰得残破不堪。两人所站之地只剩下一道冲天而起的黑色能量柱。怎么可能？那家伙明明无法躲开这一击才对啊！可话音刚落，亨德里克便感到一股危机感自身后袭来。原来是车程宇不知何时已摸到了他的身后，随即猛地转过头去。这家伙戴的这副面具难道是灵物？这是在玩假面游戏吗？车程宇先生说罢便朝着车程宇的方位疾驰而去。但此时车程宇的手背中突然长出一副利爪，嗖的一声便朝着亨德里克爆射袭来。很快两人的攻击便落到一起，噼里啪啦的打斗声顿时不绝于耳，动作和力量都不如之前快了吗？这时车程宇也思索道，难道是因为这副面具的关系吗？可接下来面对攻击，亨德里克明显反应慢了一拍。好机会，于是趁着这个来之不易的时机，将力量全部灌注于右爪之中，猛地一把就朝着亨德里克身上刺去。可不待力爪近身，竟发现亨德里克此时手中正在集聚能量，好危险！这家伙为了使用魔法，刚才故意露出破绽。只听砰的一声，现场火光冲天，碎石乱飞，但车程宇仍旧是艰难地躲了过去，而亨德里克的身影也是紧随其后，不愿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。下一秒，车程宇的眼睛却突然亮了起来，随即口中大吼魅惑，无数红光自全身向外散去。亨德里克顿时呆愣在原地，随后紧咬着牙关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。可惜老子对男人没有任何兴趣，只要稍微集中一点精神，这种程度的咒术马上就能解除，但是能让你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动弹。而我等的就是这个时机，这个距离我是不会用其他武器的，那就用这致命一击来彻底结束这场战斗吧。楚金勋，那就先借你的技能一用了。这一击全能大师的全能技能狐狸瞬移和原力强化，将灵魔神三力汇聚成一个能量体的拳头，目的就是要将自己所拥有的力量全都给打出来。亨德里克，你接住了呀！楚金勋第一招拳头冲击，说罢便直接一拳砸向了亨德里克的腹部。这一击快的肉眼根本无法发现，下一秒地面就响起一阵剧烈的爆炸声，整个地面顿时能量暴动，烟尘四起，就连远处的卡尔也受到这股能量的波及，倒地不起。见鬼，也不知道胜负结果如何了。随即猛地睁开了眼睛，一道人影从硝烟中缓缓走出，而这人正是车程宇。此时他脸上毫无表情，嘴角和眼角均流出了几股黑血，紧接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焦急的卡尔不断地喊着他的名字，也无济于事。该死，这一击耗尽了所有力气，身体根本无法动弹。刚刚那最强一击应该能结束这场战斗。可话音刚落，亨德里克便从硝烟中缓缓走出，很明显看出他此时也是靠着长剑支撑着身体。
随后艰难地将长剑拿起。小子，我认可你的表现了。闻言，车成宇嘴里却是骂骂咧咧，但老子可不认可你。吃了刚才那最后一击，你应该倒下才对啊！真是个令人讨厌的怪物。亨德里克凝思道，没想到你会因为这个说我不合格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你就准备接下我这最后一招再做决定吧。我对你倒是挺满意的，所以不管你用什么招数，我都会承认。闻言，车成宇瞬间懵逼，但随即意识到似乎哪里不对劲。等等，我现在的身体还不能动弹。但亨德里克才不管这么多，随即化作一头巨大的红龙就朝着车成宇袭来。这个技能名为花龙，就看你能不能接下。对此，车成宇只能呆呆地跪立在原地。好吧，合格了，你合格了。话音刚落，亨德里克的攻击瞬间化作片片花瓣。车成宇，你这该死的混蛋！第二天一早，一阵嘈杂的吵闹声便响了起来，小尾狐也迷迷糊糊地睡了起来。都吵死了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则随即发现自己的身体已被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卡尔这时闻声也赶了过来，小子是不是很疼？好样的，千万可不要太勉强自己哦，疼的话就乖乖忍住。闻言，车成宇用力地扯下身上的纱布，还好从尤里尔那里获得了一些神力，否则自己现在已是一具尸体。你这个老小子还一直笑话，而后给我等着瞧吧。闻言，小尾狐也只能微微叹了一口气。这时门外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，随着嘎吱一声，门被缓缓打开。你的身体还好吧？还好，没什么大事。这时卡尔呲牙咧嘴地向其望去，突然回忆起两人首次见面时的场景，顿时冷汗直流，随即摸着后脑勺说道：头回生二回熟，你可别介意，我压根就不在意。既然选择一起对抗四大皇族，就忘掉过去不愉快的事吧。闻言，卡尔大笑了起来。这两个打架如疯子一般的人结合在一起，不知道未来会掀起多大的风浪。这时李克仔细看了看车成宇的身体，看来昨天出手是有点重了，瞬间气得车成宇牙痒痒。你们俩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下次打架我肯定干翻你。而李克则是巴不得那天早点到来。这时车成宇看向李克表示道：今天来也没别的事，就是想听听你的故事，还有关于你以前的所有人生，以及你为什么死亡和如今这具神龙之体。闻言，亨德里克缓缓道来：我的家人和故乡在很小的时候便被蒙爵消灭得如影无踪，父亲和母亲也是当场惨死在自己眼前，但自己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面对这种情景，自己根本无能为力。看着龙族们离去的背影，从此便对龙角和鳞片产生了巨大的敌意，之后就独自一人开始爬塔。幸亏自己当时才华横溢，然后在600层第一次击杀了龙族，开始了我的复仇计划。那速度倒是挺快的。也就是说，从那时候你就开始猎杀四大皇族了吗？是的，但同时四大皇族的追击队开始四处追杀我。不过随着我的实力越发强大，他们的处罚也越来越少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大本营在800层之后就不存在了。闻言，车成宇一脸震惊。处罚？什么处罚？就是高层登塔者都无法独占的校正系统。所有登塔者越是低于自己攀登层数的话，能力就越发会受到限制。这时车成宇才反应了过来，看来当初自己能承受金父的攻击原因就是这个，否则当初自己肯定会被一击毙命。这时车成宇瞬间疑惑道：那你当初到底是爬到多少层了？李克淡淡的回应道：我爬到了900层，刚到900层，自己的爬塔旅程便结束。竟然爬到了900层，看来这家伙真是具备成为超越者的人才。李克紧接着说道：为了抓住我，四大皇族组建了更为强大的追击队，最后实在抵挡不住他们的围攻，就变成如今这样。很讽刺吧，在那么多的种族里，偏偏复活成了我最为憎恶的神龙之体。那你的内心一定很复杂吧？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，但这具身体你想死都没那么容易，所以我选择了接受。我会将这具身体用作我复仇的工具。很好很好，和我想象中的一样。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爬塔？还是说等那个叫尤苏的小女孩一起？闻言，车成宇一脸的不情愿。啥？你想跟我们一起登塔？如果我不跟着你这个弱鸡的话，你们会死得很惨的。这一番回答气得车成宇牙痒痒。这时李克却一脸郑重了起来：你应该感到庆幸才对，上一世我战斗到最后一刻都是独自一人。对于建立工会这个建议，车成宇稍加思索。我十分赞同你的提议，亨德里克，但目前还有个问题要先解决了再说。亨德里克不禁疑惑：什么问题？但说无妨。我目前还未完成万恶之巅巴尔交付给我的任务，进入100层前要让我的名字响彻整个神塔之上。如果我的名声被建立工会消息所埋没的话，会影响到巴尔的任务。闻言，亨德里克沉思了起来，随即猛地睁大眼睛。这个问题很好办，工会的会长由你车成宇担任即可完美解决。闻言，车成宇一脸懵逼，为什么自己没有想到？其实我对会长这个任务也没啥欲望，我这个人领导能力有限，像你这种出色优秀的魔灵法师，才是那种可以带领工会强大的不世之才。闻言，车成宇彻底无语，这一番彩虹屁吹得可真响。但不得不承认，亨德里克说的也不错，可现在的自己远比他要弱许多。如果我成为工会会长，你会服从一个比你弱的人的命令？话音刚落，亨德里克便是直接跪倒在地。我屠龙者亨德里克在此郑重发誓，此生为我的王。车成宇马首是瞻，若有违令。见状，车成宇也是着实一惊。你确定你考虑清楚了吗？亨德里克斩钉截铁地表示道：我对我的选择无怨无悔，这样可以相信我了吗？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以前受到过怎么样的屈辱，为了屠杀龙族，我付出所有，忍辱负重，即使前路如何艰难，我都不曾放弃。你可知当时的我是有多么的无助？这些我都坚持过来了，也是苦了你了。但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，这种事都不算什么。随即，车成宇咧开他那1米长的大嘴。既然如此的话，为了我们共同的复仇大业，这个会长就由我来当吧，对吗？这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。那么，你准备给工会起个什么名字呢？都说我是那个拥有奇异能量，
戴着奇怪面具正在谋划逆天计划的男人。那我们工会的名字就叫他逆天吧，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了，不是吗？只要向商会上交注册费，马上就可以建立一个工会，或者让帕菲去直接给建立一个。欢迎您的到来，鬼面先生。帕菲现在已经离开这里了吗？是的，现在由我西恩管理10层的事情。但车成宇随即疑惑道：但管理灵魂之屋的肯尼怎么又会在这？因为我们俩因为修理塔时经常来往，所以就认识了，并且我们还成了非常要好的好基友。那个，您今天是为何事而来？我要组建属于自己的工会。没问题，小的立刻给您安排。但创建工会至少需要2名以上的人员。闻言，卡尔两人凑了上去，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？见状，两人瞬间惊呼：街道上的那个奇怪的龙族，您是收买他了吗？鬼面先生，我们工会人员可都是精英人群，不只是我们几人，后续还有其他成员，希望你们采取一些特殊措施，以保他们能够同时加入。这个金富先生已经安排过了，我们尽快执行。与此同时，神塔9层，我们9位露面的游苏正与怪兽厮杀的正酣，突然身后出现了一份蓝色的邀请函，金富同时也收到了车成宇的邀请函。金富随即一笑，组建工会，有意思。画面一转，此时的车成宇正在研究新的技能食指灵潭，再加上这群体伤害技能分裂魔法，野外的哥布林们可遭了老罪了。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哥布林尸体，九尾狐的任务今天总算是可以完成了。小尾狐这时已吃的是肚圆腰圆，满足的睡了过去。随着最后一枚生干的吞下，车成宇身前突然爆发出一道耀眼的白光。话说这九尾狐的任务完成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车成宇表示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但看起来这阵仗似乎有些大。系统提示九尾狐正在找回真正的自己。成宇，你们快看那边！随着卡尔所指的方向望去，车成宇脸上顿时冷汗直流。这看起来憨憨的家伙难道是小尾狐原来的样子？小尾狐只是傻愣了一会，便朝着车成宇扑了过来。无奈车成宇只能伸出双手将其抱住。看着快被小尾狐压得趴地上的车成宇，卡尔、亨德里克两人立即上前询问。车成宇表示没事。巴尔认为这孩子可真可爱。九尾狐闻言说道：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是谁的孩子。小尾狐瞪着2个铜铃般的大眼睛，嘴里喃喃道：爸爸。闻言，车成宇3人顿时傻眼。爸爸。可就在这时，2条玉腿从远处缓缓来到。哥哥，你竟然这么快就有女儿了？来人正是令 CC 梦回牵绕的游苏。看着游苏的到来，车成宇一脸懵逼，这突然多出来的女儿该如何向游苏解释才好？化成人形的小尾狐指着游苏爸爸，那个女人是谁？车成宇看着小尾狐一脸懵逼，突然有了这么大一孩子。而游苏此时心中也是五味杂陈，他叫哥哥爸爸，突然身上冒出一股黑色的鬼怪之气。车成宇急得看向一旁的九尾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赶紧解释一下。见状，九尾狐提示道：我的孩子现在已经成为你的宠物。我的宠物？难道这就是九尾狐任务的奖励吗？正当车成宇准备让他解释清楚再走，喂，等等，可九尾狐只留下一句孩子以后就拜托您了，说罢便消失不见。这时一旁的卡尔幸灾乐祸道：恭喜，喜得千金。而亨德里克直接挖苦：你这个男人还能生出个狐狸宝宝？气得车成宇咬牙切齿，你们2个阴险的家伙竟然敢笑话我！而下一秒，游苏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脸上更是露出一副耐人寻味的表情，口中喃喃道：这么大的孩子，那到底是什么时候生下的？不，哥哥那么强大那么帅，就算以前有爱人也不足为奇，为什么刚开始不直接告诉我呢？既然如此的话，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吧，无论做哥哥的什么人都可以，就这样吧，没关系的。这时亨利里克朝游苏走了过来，你就是鬼怪少女游苏吧？很高兴见到你，我叫亨德里克，是和你哥哥未来一起讨伐4大皇族的伙伴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。闻言，游苏抬头看向他，下一秒眼睛突然变得通红，眼中更是燃起熊熊的怒火。想起被4大皇族毁掉的村子，再想起那些被杀死的鬼怪族人，还有在绝望中哭泣的孩子，记忆中屠戮整个村子的始作俑者，眼前之人分明就是那毁掉村子的龙族之人。游苏顿时被气得咬牙切齿，说罢便唰的一声拔出身上的血刃，积压已久的愤怒倾泻而出，你给我去死吧！说罢飞身跃起就朝着亨德里克头上劈来。见状，亨德里克也立刻持刀挡住游苏的攻击。等等，你可能是搞错了，成宇，你快帮忙解释一下呀！这孩子好像是误会我了。闻言，车成宇露出一丝邪笑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他是看到你才生气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闻听此言，亨德里克眼神突然变得凌厉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可能会受很重的伤。别担心，这孩子可没你想的那般柔弱，为了报仇，他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照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得认真了。说罢，猛地挥舞着手中的长刀，我就把这个当作是进入逆天工会的测试吧。只听咚的一声，游苏瞬间便被这股力量震得横飞出去，直接在地上留下一道数米高的烟墙。可待浓烟散去，游苏又手持血刃朝着亨德里克爆射而来。仅是眨眼间，2人又持剑杀在一起。小鬼怪气势挺不错，但可惜还差了一些。如果只凭这点实力的，说罢，剑身化作一道神龙，便朝着游苏疾驰而去。游苏慌忙持剑抵挡，心中顿感震惊，这攻击好强。可不待反应，亨德里克便又是一击，地面顿时留下一道数米深的沟渠。游苏更是被这一击震得直飞出去。没想到我和他的实力相差这么大，明明仇人就在眼前，可他却没有丝毫可以抵抗的能力。突然，血刃之内的气灵出现，裂开大嘴狂笑道：真有意思。原来那家伙竟然是龙族，小鬼怪，这次我就勉为其难的将自己的力量借给你了，杀了那条龙，让他见识一下为什么我名为血刃。只因这把血刃沾染了无数龙族之血，才因此得名。只见游苏身上突然散发出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，
紧接着就朝着亨德里克爆射袭来。见状，亨德里克不由得一惊，原来也是一把魔法剑，那就放马过来吧！尤苏口中大喝：“你给我去死吧！”说罢就对着亨德里克劈斩而来，但却被亨德里克轻松挡住。你还是太弱了。见状，尤苏也是顿感震惊，仅用单手就挡住了血刃的力量。趁尤苏愣神之际，亨德里克直接对着他腹部猛地就是一脚，尤苏也是被这样一击咳出一口黑血，紧接着又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我手中的剑可不是一把普通的剑，单从品质上来说，要比你的剑要强许多。闻言，尤苏咬了咬牙，可恶，请赋予我更多的力量吧，能够杀死眼前这条龙的强大力量。见状，血刃的剑灵笑得更加癫狂，哈哈哈，好早就该这样了。说罢，将所有力量汇聚于手掌之中，只见血刃剑身充斥着一缕缕狂暴的鬼怪之力。尤苏犹如一尊手持神剑的女战神，浑身散发出一股恐怖的气息，连久经沙场的亨德里克也为之一惊。那个是，建议你烧毁了我们鬼怪一族的村庄，我一定要为死去的族人们报仇。说罢，一击翘起，无数道剑芒唰的一声瞬间袭到了亨德里克眼前。见状，亨德里克暗叫不好，这是血刃本身强行赋予他的力量，已经远远超出这孩子的承受能力了。如果再不加制止的话，持剑人将会有生命危险。说罢，飞身握住尤苏的胳膊，快放开那把剑，否则你的意识会被他吞噬。那把剑的力量会像寄生虫般的吞噬着你的生命。现在的你还不能完全驾驭它。闻言，尤苏的理智似乎清醒了，脸上露出异常痛苦的表情。但一联想到被烧毁的村子和死去的族人，仇恨的欲望瞬间战胜了理智，完全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除非你死掉的话，我才能放下。你烧毁了我族的村庄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说罢，手中的血刃挥出数道剑芒，直至亨德里克而去。亨德里克提醒那把剑的力量你掌控不了，它会像寄生虫般吞噬着你的生命。但尤苏一联想到那毁掉的家园和失去的亲人，复仇的怒火瞬间淹没了他的理智。除非杀掉你，否则我不可能放弃。闻言，亨德里克看向远处失去理智的尤苏，必须得想个办法让这丫头停下来。随即轻声地问道：“你也很憎恨龙族吗？正因为这样才如此愤怒吗？不错，我发誓要斩杀所有的4大皇族之人，包括你们龙族。既然如此的话，作为一名同样也是持剑战斗的前辈，我能做的事只有一件。”说罢，一股浑厚的龙族之气自身上升起，紧接着龙气变化成一条巨大的神龙之躯，不断的在其头上游动，龙吟之声响彻整个天地。那就是必须要阻止你走上错误的道路。醒来吧，丫头，这过程虽然会很痛，但不会达到让你死的程度。面对着这股毁天灭地的力量，尤苏顿时愣在了当场。紧接着，神龙的能量汇聚成了一团耀眼的金光，在亨德里克的掌控下化成一股光柱射向尤苏。很明显，尤苏无法对抗这股强大的力量。下一秒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整个地面顿时爆炸开来，就连万年的树根也被连根拔起，尤苏更是被直接震飞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尤苏的眼中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，此时的他仿佛置身于鲜花与树木之中，到处是葱郁的树林和熟悉的鲜花。原来他不知何时已来到了鬼怪村的森林。突然，一个足球滚落到了他的脚边，见状，尤苏伸手拿起，哪里来的球？突然一声，尤苏姐姐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可以把球还给我们吗，姐姐？原来是邻居家的孩子们。闻言，尤苏微笑着将球还给孩子们，谢谢尤苏姐姐。尤苏微笑着向孩子们表示没关系。可下一秒，这群孩子的眼神突然变得空洞起来，口中机械般的说道：“为什么全村只有姐姐你一人活了下来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听到这里，尤苏的整个身体为之一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待尤苏反应，一把带着火焰的手掌啪的一声就搭在了他的肩膀上。下一秒，一个燃烧的头颅就冲着尤苏伸了过来。姐姐，快救救我！我不想死，我也想像姐姐你一样活下来。姐姐救我！此时的尤苏眼中已满是泪水，但心里却是无比的愧疚。紧接着，更是无数的手掌从火焰中爬出。尤苏，整个村子的人都死光了，而为什么只有你却活了下来？一定要替我们报仇，替我们报仇！这时的尤苏已紧闭起了眼睛，愤怒与悔恨瞬间充斥了整个头脑。为什么只有我活下来了？这时血刃之灵突然从脑海里走出，因为你要为他们报仇，所以你必须要活下去。只因你是那个唯一可以使用血刃的鬼怪族，就算是所有的鬼怪族人全部死掉，但只要你还活着，就还有为他们报仇的机会。因此你必须站起来，活下去，为鬼怪族人报仇。鬼怪是个不会忘记恩惠与复仇的种族。这时只见尤苏缓缓地站起身来，一旁的亨德里克也不禁疑惑了起来。吃了我一击冲龙斩的攻击后，居然还能站起来，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的意志？可下一秒，只听嗖的一声，尤苏便手持血刃朝着亨德里克爆射袭来，口中大吼道：“我要杀了你，为村子里的人报仇！”看着突然袭来的尤苏，亨德里克顿时没反应过来。很快，尤苏的攻击就到了他的身前，即使是持剑抵挡，也被尤苏的血刃击得粉碎。只见血刃之灵叹了一口气：“难道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吗？看来这已经是小丫头的极限了。你以后必须要变得更强，小丫头，直到成长到完全可以使用我的力量为止，直到杀光所有鬼怪一族的仇人。”说罢，尤苏便趴在亨德里克身上晕了过去。见状，车程与两人紧张地问道：“你们俩没事吧？”闻言，亨德里克回头望向两人：“我没什么事。”但他再次到我之前，就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力气，这回应该是晕过去。随即想到两人的相同遭遇，不仅对尤苏产生了强烈的怜悯之心，随即看向天空笑道：“真是个倔强的孩子，还是让他多睡一会为好。”不多一会，几人便安排好了住处。看起来他应该是长期营养不良，再加上刚才动用了超过自己极限的力量，
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使用了那把剑，感觉这丫头起来看见我恨不得将我撕成碎片。车成宇缓缓解释道，因为你们两人的遭遇很相似。闻言，亨德里克叹了一口气，可能他把我当成龙族的了。可恶的龙族，总有一天我要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我必须忍受这种怨恨。毕竟这具身体正是神龙之躯。闻言，车成宇也是冷汗直流，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先跟我来吧，亨德里克，我在这里租了2层楼，在他醒来之前你就放心住吧。但亨德里克却是直接拒绝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你不用担心我，正如我所说的，该忍受的一定会忍受。我理解尤苏这丫头。闻言，车成宇大声怒道，担心你个屁！他睁开眼的时候看不见你才能好好休息。随着窗帘的飘动，第二天随之到来，沉睡的尤苏也缓缓转醒。这时尤苏突然睁开了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一道模糊的身影，这是成宇哥哥吗？随着小尾狐哇的一声，长着脚的大姐姐你终于醒了。见状，尤苏猛地坐起，你是哥哥的什么人？正当尤苏一脸疑惑之时，车成宇闻声走了进来。尤苏，你终于醒了，哥哥。虽然现在还迷迷糊糊，但是看见哥哥你……可话还没说完，小尾狐就叫了一声爸爸。尤苏瞬间愣在了当场，爸爸。紧接着只见尤苏白眼一翻，扑通一声又昏睡过去。小尾狐一脸疑惑地说道，姐姐又睡着了。见状，车成宇无奈地将小尾狐抱起，再不改掉那个称呼的话，有可能会被他杀掉。小尾狐一脸疑惑地问道，杀掉？谁杀我？闻言，车成宇看向沉睡的尤苏，就是你眼前这个长着双脚的姐姐。待车成宇好不容易才向尤苏把事情解释清楚之后，众人这才收拾行囊准备离开神塔石层。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如果以后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，可能都不会再回来。尤苏全身上下的物品也就只有这把血刃，而亨德里克所有东西都是由魔法构成，因此没有什么要收拾。小尾狐则是一脸懵逼，哥哥我好像什么也没有。车成宇顿感疑惑，小尾狐怎么不叫爸爸，而是开始叫哥哥？这是我让他这么叫。小尾狐虽然是灵兽，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分不清爸爸和哥哥也情有可原。经过非常友好的协商，达成了一致。闻言，小尾狐一脸生无可恋，那真的是友好协商吗？姐姐，话音刚落，尤苏顿时瞪大了眼睛，难道不友好吗？爸爸姐姐欺负我。车成宇就像没事人一样，嗨这个东西，每个人都拿一个。亨德里克定睛一看，这是可以瞬息移动的卷轴，撕开后便会移动到指定的地方。这东西可是价值不菲。小尾狐尤苏则一脸迷茫，真的那么贵吗？没问题的话，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。这时卡尔却大怒了起来，难道你小子要让我不行吗？车成宇这才想起来，竟把卡尔忘了，给吧。见状，卡尔更为恼怒，车成宇你这个挨千刀的混账东西，不要把我当成放在库存里的道具，想用就用，不用就扔。但车成宇却没有任何回应。那大家都准备走吧。说罢就将卷轴直接一把撕开，下一秒几人便来到了一座辉煌的宫殿内。众人疑惑这是哪里？怎么会有如此华丽的地方？车成宇解释道，这是金父用魔法构建的空间，以他的水平，这点花销都不算什么。只听咻的一声，一道绿光从尤苏身旁闪，随后原野老爷子的身影缓缓出现。老爷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下离原野爷爷。随后两人便拥抱在一起，好似许久未见的亲人一般。原野老爷子瞬间泪流满面，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爷爷，真的很开心。车成宇两人也顿感欣慰，爷孙俩今天终于见面了，这可真是太好了。只听啪嗒一声，迟到的人还真的是层出不穷啊！来人正是金富商会会长金富，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，提前10分钟到场，难道不是最基本的礼仪吗？车成宇解释，你应该知道鬼怪的事情有所耽搁，理解一下吧。金富戏谑到现在的王星可真是成熟了不少。闻言，帕菲顿感疑惑，王星车成宇，那不就是10年前就死掉的那个强大灯塔者吗？不是说他背叛了全人类吗？只见车成宇缓缓地摘下面具，看来你了解得很详细呢。说得不错，我就是10年前死掉的王星车成宇。随后金富将目前神塔情况向众人介绍了一遍，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全部信息，那么大家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。闻言，帕菲缓缓说道，按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，4大皇族至今都在偷偷的处决那些强大的灯塔者，其中一件事就是袭击了尤苏所在的鬼怪村，而且车成宇和屠龙者先生都是那件事的受害人，并且在死后又重生了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工会的目标就是将4大皇族连根铲除，就像工会的名字一样，要彻底掀翻那些家伙的老巢。好小子，可真有魄力，老爷子我支持你。听闻此言，帕菲顿感震惊，这堆人看起来都疯疯癫癫的，但不得不承认他们会给这座塔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紧接着金富问道，那你们接下来准备做什么？车成宇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灯塔者还能做什么？当然是继续登塔，尽可能的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在场的人都一样，您说的不错，成宇先生，看来我也得加把劲。这时原野老爷子闭起了眼睛，在暴风里生存的方法唯有成为暴风。突然尤苏看向原野问道，原野爷爷，您肯定会和我们一起登塔的对吧？只见原野老爷子微微一笑，你的好意爷爷我心领了，但我想要单独行动。爷爷，你说什么单独行动？为什么呀？确认你还活着，我的心也就跟着平静下来。我感到我的愤怒和动力也似乎变大。心地善良的你也应该一样吧？我们在一块的话，兴许会安于现状，停滞不前。而你作为鬼怪一族最后的一把利剑，不能因为我这个年老体衰的老鬼怪而变得迟钝。说罢，从身上掏出一张字书，从今以后世上没有原野，只有一名普通的铁匠无野。最后，爷爷再提醒你一次，不要忘记你作为鬼怪的责任和愤怒，还有你身上肩负的责任。见状，车成宇上前拍了拍尤苏肩膀，那么无影先生，我先交给您另外的一个任务吧。随即看向金富，首先要在100层建立一个活动据点，同时可以安排无影老爷子对鬼怪村的事做调查。这个没问题。那么你认为谁适合做据点的管理者？车成宇轻轻一笑，他不就在这里吗？
曾是鬼怪一族最为出色的铁匠，应该比你我任何人都熟悉那里的环境吧。闻言，金父稍微思索了片刻，那你就带着这位老爷子一起去100层吧。遵命，金父大人，我会安全的将老人家护送到的。既然每个人的目标都安排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闻言，众人纷纷响应。从今天起，逆天公会正式成立，属于4大皇族的时代也终将过去。就让我们逆天的名号响彻整个神塔之上吧。一行人很快便到了神塔11层。现在才算是真正的开始。那些将我杀死的家伙，无论是9星中的佩伦兄妹，或是掌控整座神塔的4大皇族，你们都等着迎接我逆天公会的怒火。不管你们在塔内的身份有多高，我一定会将你们全都撕得粉碎。正当车程与一行人刚抵达神塔11层，一长发神秘男人尾随其后。与此同时的神塔50层，街道上的人们都在议论：你们听说那个关于鬼面的传闻了吗？听说他已经到达第50层了。对于50层的圣国公会来说，车程与他们就属于是入侵者，因此必须除掉他。但对车程与这个老六来说，那些已经死去的圣国公会的手下们，都将转化成他魔灵军团中的一员，继而为他们的主人车程清除掉面前的一切敌人。而圣国公会的小高层们也将目标对准了亡灵君主车程宇的本体。对此，车程宇却是一脸的不屑，因为他身边还有游苏和小尾狐，所以根本就不用他出手。一旁的工会人员当场傻眼，这都是从哪冒出来的？见此一幕的工会支部长也是一脸惊愕，这密密麻麻的亡灵大军也太多了吧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刚当支部长就会发生这种事情？可即便如此，他也不会束手就擒。我可是高傲的圣国公会的支部长啊！说罢，从口中念出了一串咒语。顿时，只见数根粗壮的木藤拔地而起，其木藤上方还捆着数枚巨大的石块。随着石块的缓缓聚拢，居然形成了一具庞大的傀儡头颅。此时的支部长一脸疯狂地叫嚣道：“回应我的召唤吧，骄傲守护圣国的傀儡！”见状，卡尔尤苏也是心里一惊，这不是120层级别才会出现的怪物。支部长癫狂地表示：“你说的没错，但从傀儡被召唤出来的时刻起，就已经注定了你们失败的结局。屠杀吧傀儡，把这些破坏圣国联盟的蠢货踩成肉酱。”可下一秒，支部长似乎在人群中发现了什么，敌方阵营中最强的居然是一名龙族。亨德里克也是玩味似的说道：“可别被吓到哦！”支部长瞬间就意识到坏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傀儡！殊不知车程宇这老六已经绕到了他的背后，直接一把抓住他的咽喉，随即将其高高的举过头顶。你就是沙卡利第50层的支部长对吧？可即便如此，支部长仍在叫嚣：“你这是打算与伟大的9星为敌吗？”但车程宇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，不怎么会呢？那些家伙早在10年前就是我的敌人了。说罢，一把捏碎了支部长的头颅。这里也暂时告一段落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去推翻那些坏家伙们设下的局吧。此时街上的人们都在议论，那不是鬼面和他的逆天公会吗？就是他们攻击了9星公会联盟的。但车程宇根本不在乎这些评论。怎么样，巴尔？我看到不了100层就能完成任务了。这时亨德里克微笑道：“你这家伙泄露情报的方式还真直白，到40层为止居然都用魔法消除了痕迹。”流苏疑惑道：“哥哥，你是故意如此的吗？”车程宇表示：“没错，我已经厌倦到他们的公会去找情报了，从现在起要让他们来找我。”随后打开了自己的状态窗口，以目前自己的能力来看，即便是有人偷袭也不在话下。虽然现在的自己显得还比较弱，好在有魔气和神力的加持，即便是有高层的灯塔者来偷袭，这也可以作为强有力的武器来使用。但目前比较遗憾的就是缺少装备。一旁的亨德里克表示：“你也别太贪心了，你不是有无影老爷子做的装备了？”可这一声无影却勾起了游苏的伤心事。无影爷爷应该过得很好吧？见状，小尾狐立刻怒斥道：“亨德里克，你让姐姐伤心了。”闻听此言的亨德里克一脸尴尬，但车程宇心里却十分清楚，想配好装备并且安抚一下身居下层的心情，看来也只能去那里了。那就是第51层地下黑市，在那里可以买到非正规渠道的道具，甚至还会出现十分稀有的特殊道具。如果发现了你们想要的东西，我可以买下来送给你们。闻听此言的游苏是一脸的兴奋，小尾狐也闹着：“哥哥，我要，我也要！”没想到一点装备就能让他们这么高兴，早知道就早点送他们点东西了。可就在几人讨论着下一步计划之时，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枚红色的球体，呼噜呼噜的就滚了过来。随着球体的自动分开，其球体内爆发出一股恐怖的能量。车程宇一眼就认出了这是炸弹，可想躲的话现在根本就来不及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波动将其炸飞。可就在他好不容易刚稳住身形，突然一只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他的后脑勺。见此情形的车程宇心里顿时一惊，难道是刺杀者？可持枪的女人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，二话不说就扣动了手中的扳机，顿时一股强大的能量从枪口内爆射而出。即便是车程宇躲避的再快，其恐怖的能量仿佛是装了导航一般，竟直直的紧跟着自己移动的方向。只听轰的一声，车程宇所在之地当场响起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。见此一幕的车程宇异常震惊，一把小小的枪竟有如此威力，如果不是有面具的话，肯定难逃一死。持枪的女人也是一脸的惊讶，她居然能躲开我的零距离射击。可她却没注意到的是，亨德里克的攻击已袭到了她的头3个，
对此女人却是微微一笑，口中说到面颊，顿时一块块蓝色的晶体就出现在其身前，并死死地挡下了亨德里克的攻击。见状，亨德里克不由得睁大了眼睛，那是机械。当亨德里克的攻击碰到面颊之后，只听咔咔几声，女人身上突然升起了一个红色的护盾，竟直直地将亨德里克给弹飞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尤苏和小尾狐同时动，以左右夹击之势向女人袭去。可恶，居然敢对哥哥开枪！而小尾狐则大吼着保护哥哥。对此，女人却是丝毫不慌，仅是随意的一个旋转，当即自身的飞行单元启动，径直地飞到了两人的上空。而尤苏和小尾狐则是扑了个空。场下的小尾狐还傻乎乎的大叫呢。灰机灰机，看是灰机，可尤苏立刻就意识到不好，这哪里是什么飞机，这明明就是炸弹好不好？随着炸弹嗡嗡几声当场解体，顿时场上再次响起了一声剧烈的爆炸，尤苏和小尾狐则被炸得翻起白眼，晕厥了过去。这时空中的女人忍不住嘲笑道：超级新人鬼面和他的同伴也不过如此，原本我还很期待来着，没想到就这点实力。可话音刚落，就有两道剑光瞬间劈来，当然不是，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我们。可下一秒两人却当场傻眼，只因女人的枪口死死地抵住他们的脑袋，两人当场就蔫了下来。可惜差点就虚无的结束了，但女人也没有立即开枪，而是任由两人飞身离去。对我千万可别懈怠哦，我还有些话要对你们说。随后女人向两人介绍道：我叫雪鹰，是一名很强的赏金猎人。听到赏金猎人，两人心里顿时一惊，难道说已经有人悬赏我们？我们只不过是50层的灯塔者而已，有谁会无聊的想要干掉我？女人表示你们就不用介绍自己了，超级新人鬼面和他那奇怪的龙族同伴，以及其他的那些猎物。闻听此言的亨德里克一脸不爽，你的遗言就只有这些吗？此言一出，雪鹰当场大笑了起来。本来是猎物，但现在我突然改变主意了，要不然我们赌一把如何？打一个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赌。听到打赌，亨德里克当场傻眼，打什么赌？一旁的雪鹰立刻回答道：如果你们赢了，我就告诉你到底是谁在悬赏你。可还不待车成宇有所反应，暴脾气的亨德里克当场就坐不住了，老子实在是听不下去，我这就砍下你的脖子。但车成宇立刻摊手示意等等，如果这背后有9星或4大皇族的话，那我们从一灯塔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。为了情报，暂且听他说完。无奈亨德里克只能气得嘟囔了几句。这时车成宇继续说道：既然谈判成立了，那么你总该说说你想打什么赌。雪鹰没有回答，而是直接戴上了头盔。与强者的战斗总是令人愉悦，那我们就继续来打一局吧。听到这里，亨德里克直接炸了，搞什么飞机？说来说去还不是要打一架吗？但雪鹰示意你先别急，打之前倒有个条件，无论输赢我们3都必须活着，只有活着你们才能得到情报，而且我也并不想与你们为敌。很明显雪鹰是不想双方下死手，可他心里到底是打着什么算盘？因为是2对1，所以鬼面你不许使用召唤兽。闻听此言的车成宇表示没问题，只有将他痛扁一顿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了。就算是打得缺胳膊少腿，只要留一口气不就行了，对吧？那么战斗就可以开始了。雪鹰当即就开启了头盔模式下自动飞行，很快2挺重机枪就横在了车成宇头上，检测到目标之后自动攻击，顿时飞行机枪就是一顿突突。见状，车成宇将手伸向怀中，区区玩具而已，可雪鹰却不知何时袭到了他的身后。别忘了还有我呢，说着对准车成宇就扣动了扳机，而车成宇当场就发动了灵魂之盾技能，雪鹰的攻击被护盾尽数挡了下来。趁此间隙，亨德里克则是摸到了雪鹰身后，一记龙斩就朝其头上劈下，但雪鹰却是丝毫不慌，口中默念面甲，当场就抵消了亨德里克的偷袭。见此情形的两人眼神先是一凝，然后不约而同地望向对方，因为雪鹰在其攻击的瞬间突然消失不见，亨德里克的攻击直接劈中了车成宇的护盾，只听咔咔几声，场上顿时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，而雪鹰则在上空玩味地看着，这什么情况？他们的配合也太不默契了吧？难道是因为两人都属于那种单打独斗的类型？车成宇一把抓住亨德里克的衣领，你瞎呀，看不见我开了盾吗？而亨德里克也毫不示弱，我倒还想问你呢，你是预判不到我的攻击吗？但车成宇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，配合我的行动，这是工会会长的命令。但亨德里克却不那么认为，你好好冷静想想，现在只有交给我才能取胜。这时雪鹰的声音从一旁传来，麻烦内讧的2位，我知道你们各有主见，但把我晾在一旁是不是有点太过分？你们听说过电磁炮吗？没有的话，今天就让你们好好见识见识。说罢不由分说就朝着两人轰了过去，顿时两人当场就被刺得睁不开眼，就连脸上的表情都开始变得扭曲。在电磁炮强力的轰击下，场上顿时出现了一股巨大的白色能量，随着能量不断的迅速膨胀，更是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。与此同时，城市外围的森林中突然出现了一道紫色的时空裂缝，正好车成宇两人从裂缝中掉起来。那娘们可太狠了，居然还说什么不能下死手，这他妈的纯粹就是往死干的节奏啊！要是被轰击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幸好提前设置了应对紧急事态的方案。此时的亨德里克十分恼怒，我们居然会在战斗中逃跑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，车成宇。闻言，车成宇立即捂住了他的嘴巴，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给我闭嘴！麻烦你看看我身后是什么东西，那个无人飞行的头盔，用的都是些高科技武器，因此车成宇可以断定，这个女人绝非地球人。神塔与多次元世界相连，她或许是其他高次元世界，并且是技术水平远超我所知的某个地方来的灯塔者。如果你真的想赢，那么这次就得听我的。
这时雪鹰还在四处寻找两人的踪迹，到底躲到哪去了？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片紫色的能量，于是连忙抬头一看，凌空而立的正是车成宇，居然就这么光明正大的现身，看来是已经放弃了吗？但车成宇却冷冷地回答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们从未想过放弃。”说罢立即就发动了技能灵魂结合，顿时身上就爆发出一股恐怖的魔灵之气，随着魔灵之气的越发强盛，以自身为中心形成了一道直入天际的能量龙卷风，并将雪鹰束缚在风暴中心。对此雪鹰却是一脸不屑，还以为你会用什么了不起的技能呢？仅凭这就想困住我，怕你是想多了，被你如此轻视，这可有点伤我自尊了。与此同时，亨德里克的攻击也瞬间而至，可下一秒他猛然睁大了眼睛，只听雪鹰口中说道：“休想！”说罢对准亨德里克直接扣动了扳机，顿时一道白色的能量爆射而出，直接就洞穿了亨德里克的头上。但雪鹰明显感觉似乎哪里不对劲，这么明显的佯攻，后面肯定还会有别的。只见亨德里克一脸得意，还挺不错呀。直到这时雪鹰才反应了过来，这是鬼面低屏障，可亨德里克才不给他反应的时间，一记屠龙斩就直劈了下去，还是有两下子的嘛。车成宇则缓缓解释道：“这不是死灵法师召唤术的全部，由于全能大师的天赋，我可以将拥有的一切增益技能赋予亨德里克，就让你来见识一下全能大师的辅助吧。”说罢，一团灵魂爆炸就在雪鹰的面前炸开。去吧！此时的亨德里克速度明显变快，而且攻击也瞬间变得凌厉。对此，雪鹰是一脸的疑惑，鬼面这家伙给他施加了什么东西？此时的他也十分狼狈，只能用枪阻挡着亨德里克的攻击，但全都被亨德里克轻松躲开，想跑已经是来不及了。失我一刀！可雪鹰有着甲片的保护，因此并未受到太大的伤害。但亨德里克毕竟是可以驾驭神龙的男人，瞬间就幻化成一条无比庞大的雷龙，顿时身上布满了噼里啪啦的黄色闪电，在雷电的狂风乱劈之下，很快雪鹰腹部就喷出了一缕缕鲜血。可当亨德里克一剑劈下之后，却发现长刀居然劈在了木头上，而且脚下还似乎踩到了什么。顿时亨德里克心中生出了一股不祥的预感。这时雪鹰微笑着说道：“不错，这是我送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理由。”至此，亨德里克这才明白了过来，他踩到的居然是一枚地雷，而车成宇就发现了场上的不对劲。下一秒，场上就响起了一声剧烈的爆炸声，顿时整个战场都被火焰所吞没。车成宇骂道：“可恶，他到底是来自于哪个世界？居然会有这种高科技！”正当他疑惑之际，一枚子弹直接洞穿了他的肩膀，当场就留下了一个10公分的洞口。这时，雪鹰也从他身后走了出来：“将死！你那个龙族同伴已经无法再继续战斗了，现在只剩下身受重伤的你了，鬼面。”但车成宇眼神突然一凝：“那可不一定，也许并非是你说的这样，你可能都忘记了吧？他可是打不死的亨德里克。”话音刚落，顿时身后就出现了化身为神龙的亨德里克，这家伙的命可长着呢。可雪鹰仍旧是一脸不屑：“这么说你们还没有拿出全部实力对吗？”可身后的亨德里克眼神突然变得阴冷：“你竟敢让我露出这副令人厌恶的样子！”说罢，一把就将雪鹰直接抓在手里。愤怒的亨德里克此时已陷入了癫狂，一记龙之吐息喷涌而出，但很快就被雪鹰轻松躲。果然塔里的最强生物就是不一样。说罢摆了摆手指：“但我也还没有使出全力呢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整整一群激光炮将其围住，随着雪鹰将马力开大最大，顿时场上就产生了强烈的爆炸。可就待烟尘散去，亨德里克缓缓地睁开了眼睛：“你是叫了群苍蝇给我挠痒痒吗？”见状，雪鹰当场就打了个冷战，紧接着亨德里克悬浮在雪鹰头顶：“我们签订的契约是不杀死对方，对吧？那么我就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说罢，一团龙炎在其口中缓缓出现，雪鹰也不由得为此一惊。不过你真以为我招架不住这招吗？随着一阵急促的嗡嗡声响起，雪鹰将面甲的屏障开启到最大功率，同时亨德里克的龙炎也吐了出去，瞬间就与雪鹰的面甲产生了剧烈的碰撞，顿时场上就掀起了一团庞大的爆炸能量。而车成宇还在用神力恢复着伤口。在亨德里克化身为神龙之后，他之前所设下的增益和防御术就都消失了。很明显，亨德里克这种特殊的存在，严重的扰乱了这里的魔法秩序。可令亨德里克十分疑惑的是，雪鹰这家伙居然不知何时坐到了自己头上，而且不只是一个，是2，不对，是3个。可随后抬头一看，这密密麻麻满天都是雪鹰的身影，这不对啊！亨德里克明明已经控制了附近的魔法才对。空中的雪鹰立刻解释道：“这不是魔法，而是科学，怕你也不懂什么是全息图。就算是被称为魔法力之主的龙也无可奈何。”说话的同时举起了手中的能量枪，还有我的武器可全都是实体哦。说罢，密密麻麻的子弹就射到了亨德里克的身上。虽说这对他来说就如挠痒痒一般，但却让其感受到了无能狂怒的烦躁。可下一秒，雪鹰就搬出了大家伙。那么你试试这个如何？但亨德里克却是一脸不屑：“你这怕是假的吧？你可以这样认为，这是最强也是最糟糕的武器，不到万不得已我还不想用它。”闻言，亨德里克表示不错，那我也使出全力来迎击你。说罢，一道古老的圆形法阵凭空出现，其龙炎中还夹杂着狂暴的电流。紧接着，窒息的龙炎从口中喷涌而出，雪鹰的炮弹也从枪口爆射袭来。随着炮弹与龙炎的急速碰撞，场上再次又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，紧接着更是爆发出强烈刺眼的白光。在爆炸烟尘散去之后，雪鹰的面甲也开始迅速溃散，也由于能源过热，雪鹰的系统已无法维持正常功能，系统也该是时间休息一会了。对了，都把亨德里克那家伙忘了。可话音刚落，亨德里克那庞大的身躯就出现在他的眼前，
见状，雪鹰当场傻眼，难不成你还能打？但突然发现亨德里克身上的灵响开始脱落，下一秒竟咚的一声栽倒在地。见此一幕的雪鹰异常兴奋，我真的把龙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道声音突然打断。只见车成宇的身影从烟尘中缓缓走出，说好的2对1呢？你该不会是把我忘了吧？但雪鹰却是一脸的不屑，胸口都被开了洞了，居然还敢放大话。你面具下那张帅脸可解决不了眼下的状况哦，对付你这把武器就足够了，你还是老老实实认输吧。闻言，车成宇手中突然出现了一片龙鳞，我的字典里可查不到认输这个词。说着，一把将龙鳞塞入口中，高下短长，试了才能见分晓。